这个小丫头有点惨，刚穿越就看到下肢瘫痪的老爹被扔了出来，一向懦弱的娘心也被黑心的奶奶毒打。还好她自带灵泉空间，又是国手级别的中医大夫，且看她如何一步步逆袭斗极品。你个倒霉玩意儿，一天到晚不好好干活，反而撺掇着自己男人和公婆唱反调，今天我就打死你！娘别打了，我打的就是他这个克亲的玩意儿。要不是因为你克的，我们家老二也不会年纪轻轻就成了残废。我告诉你，过2天王婆就要来给老四一亲，你们这屋子疼也得疼，不疼也得疼。娘，这屋子不能疼啊，柴房潮湿阴暗，长贵的腰受不住的。老四是您的儿子，难道长贵就不是了吗？蠢货，老四一亲的对象可是县城里卖粮的大户，这事儿要是成了，全家都能跟着沾光。你要是敢拖后腿，我就做主休了你。娘您不能休了小雨，她给咱们家生儿育女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二哥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弟弟借你的屋子撑门面，也是为了全家好。老天不下雨，咱们家都快揭不开锅了。我要是能娶了梁家的女儿，以后老苏家就有吃不完的粮食，你和二嫂也能跟着享福。老四，你摸着良心说，真的只是借吗？等你娶了媳妇儿，还能把屋子还给我们？啰里吧嗦的，你一个废人，住哪不都一样？娘，我打死你个扫把星！娘您别打小雨。办不办？办不办？办不办？放开我娘！哎呀，我都忘了还有你这个赔钱货了。娘，别动水儿，你有什么冲着我来？来，朝这打！你敢动手，我就点了这屋子。你敢点一个试试？你个臭丫头，疯了吗？赶紧把火折子放下！既然你们母子不给我们一家活路，那大家就一起翘辫子。真是反了天了！我可真是命苦啊，养了个儿子不孝顺，娶的媳妇是个扫把星，生的赔钱货也要把人给气死。娘儿子怎么不孝顺了？难道你非要把我逼死了，您才满意吗？够了，既然如此，那咱们就分家吧。啥分家？老婆子我还没翘辫子呢，你个臭丫头居然敢提分家，我看你真的是活腻歪了。你不是嫌弃我爹残废，想把我们赶走，好给你的宝贝幺儿腾屋子吗？那干脆就分家，以后不相往来。分就分，不过二哥，咱爹妈把你养大可不容易，你一个残废也没能报答爹妈的恩情，想要分家只能净身出户，是吧娘？老四说的对，你们想走，现在就给我滚出去，否则等老头子回来，把你的腿给打断。水儿，快把火折子放下，别冲动。娘，你去把爹扶起来，这个破家谁爱待谁待，我是一天都过不下去了。快灭火！你不该赌气，待会儿你爷爷回来，肯定要罚你了。水儿，快把爹放下，回去给你奶磕头道歉。爹娘，我说分家是认真的，奶奶摆明了偏心四叔，想趁着爷爷和大伯不在先斩后奏，把咱们赶去柴房住，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。就算这次保住了屋子，谁知道他下次会不会为了四叔的利益，给咱们一家3口下毒？呸呸呸，可不敢这么编排你奶奶。奶奶做不出来，那四叔呢？他刚刚把爹扔出来的时候，那可是真心想让他去死，好给他腾位置。说起苏家老四，苏思水的爹娘都沉默了。他整日游手好闲，偷鸡摸狗，调戏良家妇女。即便如此，苏老太婆还是护得跟眼珠子似的。反正我已经把分家的话放出去了，还放了火烧屋子。现在不走，等爷爷回来，肯定是要把我打死的。爹娘舍得水被人欺负吗？娘宁可自己去死，也不会让你出事的。哼，分家就分家，我苏长贵是残废了，但骨气还在。谁敢动我媳妇和娃儿，我跟谁拼命！我堆快灭了，快走！水儿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？村子西边不是有个废弃的小院？不行，咱们就先去那落脚。水儿，可不能住那儿啊！黑树林里面闹妖，没人敢去的。是啊，水儿，你爹现在还这样，要是碰到点啥不干净的，咱们一家咋办啊？娘要是有别的去处，水儿也不想去呢。可是咱们净身出户，身无分文的，能找个地方栖身就不错了。
再说那只是暂时的落脚地，等水挣了银子，再给爹娘修新房。唉。当家的，你先躺会儿，我和水儿收拾一下。哈哈，没想到这么破的房子还能搜罗出这些东西。说起来，这还是老郭头的房子。老郭头，水儿，你年纪小，没听说过也正常。老郭头是你爷爷辈分的猎户，长得丑，性子还古怪，和村子里的人都合不来。后来年纪大一些，干脆就搬进黑树林里去了。不是说黑树林里闹妖吗？对呀，自从老郭头搬去黑树林后，村子里就再也没人见过他，多半是被妖怪吃了。所以你千万要记住，在这里住可以，但绝对不能进那林子。等屋子打扫干净，已经是1个时辰后了。一家3口坐在床上松了口气，可肚子却不争气的叫了起来。咱们就这么分家了，连口吃食都没带，这以后可怎么活？这件事我来解决，爹娘只管在家等着，我一会儿就把吃的带回来。水儿，你去哪啊？唉，这孩子能去哪里找吃的？张婶，张婶您在吗？我是苏思水，想问您借点粮。哟，水丫头，你这是咋了？张婶，我们和爷奶他们分家了。分家？好好的，咋突然要分家？是我奶，她说四叔马上要和县城梁家的女儿成亲，非要我们把屋子腾出来给四叔用，这不干脆提出要和我们分家。他要给你四叔娶媳妇，凭啥让你们一家腾房子？瞧你头上的大口子，肯定是你奶打的吧？居然对亲孙女下这么重的手，这个恶毒的老太婆！哎，大家伙快来看看呐！老苏家臭不要脸的老太婆把亲儿子和亲孙女赶出家门了。经张婶子这么一喊，不大一会儿，张家门口就聚集了10几个看热闹的村民。水丫头，你这是咋了？你们真的分家了？看你这样子，该不会是被赶出来的吧？水丫头都被打成这样了，肯定是被赶出来的呀。丫头，你别怕，把你奶奶干的那些破事说出来，大家伙儿替你做主。有了张婶子的助攻，苏思水也不怕事情闹不大，也算不上是被赶出来的。奶奶说了，可以给我们50斤大米当做分家的补偿。啥？只给粮食？那田地呢？房子呢？银子呢？别的都不分？奶说了，四叔马上娶媳妇，家里的房子和银子都得留给他成亲用。我爹又伤了腰，田地给我们也种不了，干脆折合成了大米。哦，对了，我们现在已经搬去村子西边老郭头的旧房子了。黑树林闹妖，野兽还多。水丫头她爹是个残废，他娘又是个胆小的，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？是啊是啊，把人赶走才给50斤粮食，这也太抠门了。对呀，50斤又能吃多久？好歹是自己亲儿子，这苏老太婆做的也太绝了。眼看舆论都倒向他家这边，苏思水便趁热打铁。各位叔叔婶婶，你们都是看着我长大的，都是我的长辈。今天分家走得急，我们连件衣服，连颗米都没来得及拿，想请各位叔婶先借我们一些。你们放心，等我爷一回来，他保准就把米还给你们了。虽然现在大半年不下雨，地里的庄稼出不了苗，村里人都过得紧巴巴，现在借粮等于借命。但苏思水嘴甜，大家又想到以前多多少少都受过苏家老二的恩惠，就都纷纷回家给他拿粮去了。而另一边的苏老太婆娘俩为了救火弄得满身狼狈，这臭丫头居然真的敢点火！就是，等会儿她想求饶搬回来，我可不会轻易放过她。耀儿，你说老二他们不会真的走了吧？你爹回来知道了，我可怎么交代呀？怕什么？分家是他们说的，房子是他们烧的，爹要打要罚也是冲着他们去，关咱们啥事？我们回来了。哎呀，老头子你可算回来了，我们娘俩都要被烧死了。娘，你这是把灶堂炸了？什么灶堂炸了？这还不明显吗？是房子着火了。咋回事？还不是你不在家，老二就反了天了，居然趁机闹分家。我没同意，他们就把房子给点了，然后3人跑了。老二疯了吗？分家就分家，居然敢烧房子！分什么家分家？不好了！水丫头在村子里到处借粮呢。你说啥？水丫头借粮？这个臭丫头，分家就是她提出来的，房子也是她烧的，现在还敢出去丢人现眼，老头子！赶紧把他抓回来打一顿。对，吊起来打。可是娘，现在村子里的人都知道老二跟咱们分家了，大家都在骂咱们没良心，亏待老二一家。啥？我们亏待他？
是他们自己说的，净身出户也要走，关我们啥事？净身出户？不对啊娘，水丫头明明说你同意分他们50斤大米，还说等爹回来就把大米还给人家。我啥时候说过这话？对，根本没有的事，我可是要求他们净身出户的，连床被子都没让他们拿走。哦，你要求他们净身出户？说是不是你挑的事？你要打去打那个臭丫头啊！干啥打老四？哼，回来再收拾你！你们几个赶紧跟我去把水丫头带回来！再吵再闹也是咱们老苏家自己的事情，让村子里的人听了像啥样子？苏老头一声令下，苏家人乌泱泱的都冲出了家门。主角穿越到大旱之年，大半年都不下雨，地里的庄稼更是出不了苗，村里人都过得紧巴巴的，但大家都看他可怜，硬生生的凑了20来斤大米给他。谢谢李叔，您放心，等我爷爷回来就把大米还给您。水丫头，你给我滚过来！爷爷，你干啥吼我呀？干啥？你闹分家、烧房子，还到处借粮，是想丢尽我们老苏家的脸吗？啥？不是苏老太把水丫头一家赶出来了吗？咋成了水丫头闹分家？到底咋回事啊？不会还有反转吧？还愣着干啥？你过不过来？老大，去把粮给大家还回去。好嘞。苏老大冲上来就抢大米，苏思水拽着不放，紧接着哎呦一声倒地不起。大伯，现在大家伙都看着呢，你又要像以前那样打我吗？反正我是不回去，你要打就打吧。真可怜了，头上的伤还没愈合呢，这又打起来了。苏家好狠的心啊，当着咱们这些外人都能打孩子，这关起门来指不定怎么虐待人家呢。别乱说，我可没打过你。那你在干啥呢？奶奶已经同意分家了，你想反悔吗？胡扯八扯，我没说过这话。那我们二房住得好好的，为啥要搬家？是你说的，四叔要娶镇上梁家的女儿，让我们腾房子给他成亲，我们不肯，你们就动手打人。大家伙要是不信，就去我家看看，我娘被打得比我还严重呢。我觉得水丫头没撒谎，她家啥情况咱们都晓得，一个摊子爹，一个包子娘，要不是被逼急了，谁会同意分家？可不，连我都看得出来，苏老太婆一直偏心她家老四。你个臭丫头，看我不打！还嫌不够丢人吗？水丫头，爷爷不在家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放心，你四叔娶媳妇不会用你们的屋子，分家的事以后别提了。可笑，这老头子还当我是没穿之前的原主呢，想哄骗我回去，接着过那种天天挨打的日子吗？爷爷，不是水儿不回去，只是奶奶和四叔把我们一家3口都给打伤了，这要是回去还得花钱请大夫看病，起码1个月不能干活。更何况要是因为我们让四叔没法娶大户，损失的是整个老苏家。奶奶可说了，梁家媳妇能让你们吃穿不愁呢。梁家可是镇上的大户，家里的粮食吃都吃不完，这种人家会把女儿嫁给苏家老四？就是苏老四是什么货色？成日里游手好闲的，给人当上门女婿都差点资格，还想娶梁家的女儿？做梦呢吧！你们说什么？我儿咋了？我儿好得很，你们就是嫉妒自己生不出这么近的儿子，就见不得我儿过得好。你个赔钱货！我把你养这么大，吃了我多少粮食，真是个白眼狼啊！娘说的对，水丫头，做人要讲良心。现在家里困难，你要真是孝顺你爹，不如早点嫁人，用换来的彩礼给你爹治病。我知道隔壁苗村有个官夫，愿意花5两银子找个媳妇儿。水丫头年纪挺合适，不如就……大伯也知道良心。那你还记得当年那晚刮风下雨，把屋顶都吹翻了，你怕死第一个逃命，连炕上的小儿子都不要了。要不是我爹及时冲进去撑住垮塌的房梁，你小儿子早没了。可怜了我爹，因为这是扭伤了腰卧床不起。那按照大伯的说法，也应该是卖了你小儿子给我爹治病才对。你个赔钱货，拿啥跟我儿子比？我儿子可是老苏家的嫡孙，以后是要继承家业的。你一个女娃，迟早要嫁人，要卖也是卖你。原来大伯急着继承家产，难怪支持四叔对付我爹。你心里肯定也巴不得爷爷也早点没了，好给你腾家主的位置吧。胡说八道，我没有。爹，您别听那臭丫头乱讲。我哪句话乱讲了？家里这些年来，无论是大伯还是四叔生病，都是爷奶花钱请的大夫，凭啥他俩可以用公价钱，我爹看个病就要卖儿卖女？请叔叔婶婶们评评理。是啊，这也太不公平了。
看这样子，这臭丫头铁了心的要分家。不行，粮食还在她手。好，你想分家是吧？我成全你，但你先把粮食还了。要啥东西跟我回家取。哄我跟你回去，那还不得全身脱层皮？我可没那么傻。不用麻烦了，爹娘还躺在炕上等我照顾，一来一回得花不少时间。这米是我一家借的，既然爷爷承认了分家的事，那就请您替我把粮食还给大家吧。叔叔婶婶们，今天感谢大家借米给我，之后还劳烦各位抽空去苏家领米。哦，对了，我这顶多只有25斤米，奶奶可是答应了分给我们50斤，剩下的25斤我改天再来拿。这丫头啥时候这么有手段了？苏思水这回借助舆论的力量，彻底的和苏家分了个干净，高兴的抱着大米回老锅头就宅了。可有人欢喜有人愁，苏老爷子一回到家，门一关就抄起棍子，对着苏老四一顿输出。这个混账东西，趁我不在逼你二哥腾屋子是吧？想娶媳妇是吧？看我不打死你！娘，快救我！对，还有你，老四是个混账，你也是个蠢东西。现在全村都晓得咱家的丑事，我老苏家的脸都丢光了。今天我非要剥了你们的皮！快看，这个村子每天都有很多人排队打水，但打出来的水却浑浊不堪。苏思水便好奇的用手指沾了一点放进嘴里，结果咸得他鼻子嘴巴都皱成了一团。没错，这正是村里唯一的一口井，而这个村子的土质又属于盐碱地，连带着打出来的井水也是危险苦涩的，这是作为有灵泉空间穿越者最接受不了的。于是苏思水回到家后，悄悄地将手放进了水缸中，只见清澈且带着奇异香气的液体从指尖流出，汇入苦咸的井水中，不一会泛黄的井水就被净化，苦涩的味道也随即消失。是水儿回来了吗？哦，是我。爹娘，你们看这是啥？哎呦，这哪里来的米？我去找村里人借的，1户1碗，凑齐了20来斤，够咱们撑一段时间了。哎呀，可不能借，咱家现在这情况咋还得起啊？赶紧孩他娘把米还回去。爹，你放心吧，不用咱们还，爷爷答应替咱们还了。啥？你爷爷回来了？他没打你吧？于是苏思水便把如何借米、如何用舆论逼迫苏老爷子分家的事，都和他爹娘讲了一遍。你胆子也太大了。还好吧，改明儿我再去老宅那边把剩下的那半也要回来。对了，娘，我好饿，咱快点烧火做饭吧。娘，咱赶紧做饭吧，我都饿死了。好呀，这哪来的这么清澈的水？哦，那个是我过滤好的水，娘你放心用吧。过滤？我用布条把以前浑浊的水一点点过滤了一遍。李氏总觉得这个女儿和以前不一样了，但是没有多问，只想快点煮米做饭，毕竟一家人还在饿着肚子呢。三人吃饱了饭，发现窗外的天色都暗了。苏思水正想起身去睡觉，就听到门外传来一阵悉悉索索的声响。他放轻脚步走到窗边，透过缝隙看到一道人影钻进了自家的灶房。光是看那猥琐的身影，苏思水就一眼断定是他的好四叔。你不是做惯了偷鸡摸狗的事情吗？等着，今天我就好好的教训教训你。都是因为你们一家，我才被老头子打的那么惨。等我把粮食偷走，饿死你们！水儿咋了？是谁在外面？娘别怕，我来保护你。别打了，臭丫头，我是苏长华。水儿快住手，这是你四叔。不可能，我四叔就算是在混账，也不可能大半夜的来咱家偷东西。现在全村的人都晓得我们苏家二房已经分出来了，你要真是我四叔，那肯定是听了我奶的撺掇来我家闹事的。娘，你快去把村子里的乡亲们都叫来，让他们看看老苏家的人是咋个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。趁着苏老四晕倒，苏思水一爪子挠在了对方的脖颈上，紧接着一脚把人送出了小院。哈哈哈，蠢贼，再敢来偷东西，我打掉你的脑袋！水儿，刚才那人真是你四叔？我知道啊。那你？我白天才从村子里借了20几斤大米，他晚上就想全偷走，这是铁了心想把咱们饿死呢。唉，这个老四。娘，这些米是咱们目前唯一的粮食，你换个地方藏起来，明天一早我就来个将计就计，先发制人。哟，是水丫头来了，分家后还习惯吗？
昨晚在新家睡得咋样？谢谢张伯，我们睡得很好。呀，水丫头这是咋了？哭过了？咋了这是不是受啥委屈了？说来听听。昨晚有人闯进我家，把好不容易借来的米给抢走了。啥？把米抢走了？谁干的？天太黑了，我没看清，只晓得对方是个男人。我家现在一穷二白的，除了那20多斤大米啥也没有，现在连米也被偷了，可真是要活不下去了。真是可怜了，哪个挨千刀的干出这种事？别让老娘抓到他，抓到直接扔井里。太欺负人了，咱前村居然还有这种败类。水丫头，你再仔细想想，那人有啥特征？特征？我确实没看清他的脸，但他在抢米的时候被我抓了一爪子，就在脖子那里。这就好办了，村里查一查，看谁脖子被挠花了，谁就是偷米的贼。对，咱们直接去挨个查，肯定能找出来。爹，你干啥去？回家。爹，你没听见吗？老二家的米被偷了。听到了，我又没聋。要我说，他们就是自讨苦吃。昨天闹着分家，今天就没了粮食，估计再过2天就得跪着回来求咱们收留。到时候爹可得好好教训一下他们。爹，你打我干啥？闭嘴，赶紧跟我回去。好家伙，这个女人只是不小心把水桶洒了，下一秒就被恶毒的婆婆一顿暴打。蠢东西，这点活都干不好，连老二家的那个狐妹子都比不过，真不晓得老大娶你回来有啥用？哼，还愣着干啥？赶紧把地扫了，然后去打2桶水回来。没错，以前像扫地打水这样的粗活都是分配给二房苏思水娘俩的，身为老大媳妇的张氏则是躲在厨房里偷懒看戏。现在二房分出去了，家里的活却一个没少，全都落到了她的身上。娘，水桶那么重，我拿不动啊，要不待会等老大回来了，我让他陪我一起去。你个懒婆，老大在地里忙了一上午了，你不心疼他，还想哄他替你干活，看我不把你！大清早的又在闹啥呢？爹，老大，你们看，娘又打我。蠢婆娘，还敢告你娘的撞了是吧？我让你消停点，聋了吗？老四呢？把他给我叫出来。老四他昨晚没睡好，我看他眼圈都青了，就让他睡个回笼觉。娘，你也太偏心了，我没睡好，早上不是照样起来干活，凭啥老四就能在家睡回笼觉？就是老四成天在家啥也不干，吃了饭就回屋躺着，娘也不管管。哼，就你长嘴了是吧？看我待会儿怎么收拾你！还他爹，你找老四干啥？吵死了！娘，我不是说了要再睡会儿吗？好吃懒做的混账东西！他爹，你疯了吗？干啥打老四？就是，我又没惹你，大清早的您吃炮仗了。老四，你把咱爹气成这样，还不晓得为啥？我看你真是被宠坏了。可不是，家里人天不亮就下地干活，你成天游手好闲的，爹不生气才怪。狗东西，我问你，你昨晚干啥去了？干啥？我能干啥？不就是在家睡觉呗？还敢撒谎！你脖子上的血痕是不是水丫头给抓的？啥？那个臭丫头还打我腰儿！你给我闭嘴！爹，老四到底干了啥？这事和水丫头有啥关系？哦，我晓得了，昨晚去老二家偷米的人就是老四。啥？苏老大赶忙把全村人大清早帮着苏思水找小偷的事情说了出来。哎呦，昨天老二他们闹着分家的时候，爹可是当着全村的面答应分他们50斤大米，这还没过夜呢，老四就去把东西偷回来了。这事要是传出去，村里人该咋看咱们？以后咱们家可没脸见人了。你给我闭嘴！还他爹，要我说，偷了就偷了。当初老二分家说好了是净身出户，要不是臭丫头耍诈，咱家也不用给50斤大米，那可是50斤呐，够咱一家吃2、3个月了。废话少说，赶紧把你偷的东西交出来。爹，我是去偷米来着，但没偷着啊。你交不交？不交就打断你的腿。我说老四，
你去偷东西已经够丢人了，现在还想把东西藏起来，未免也太自私了。是啊，那可是咱全家的口粮，你该不会是拿去卖了，换成钱了吧？说把东西藏哪儿了？爹，我真的没偷到啊！那老二家的臭丫头太狠了，我昨晚刚摸进他们的灶房，就被蒙头打了一顿。你个狗东西，嘴里没有一句实话！今天不把米交出来，天王老子来了都救不了你！赵寡妇，完了，都忘了原主还有个指腹为婚的对象呢。赵婶子，您怎么来了？那啥，我听说你们二房分家了，就过来看看。那婶子进屋坐吧。这屋子破成这样，咋住人啊？二哥，你们分家的事情不是认真的吧？嗨，我们昨天才搬出来，家里确实还没收拾好。赵妹子，您别嫌弃。是啊，分家之后是过得辛苦些，但只要是为了婶儿好，苦点也没啥。你们这话啥意思？难道真是水丫头闹着分的家？昨天苏老太婆说水丫头挑拨你们分家，我当时还不信，现在看来都是真的。你们到底咋想的？二哥瘫在床上，连的都下不了，分家不是自寻死路吗？不是我说，你们也太宠水丫头了。赵婶子这话说的，我是我爹娘的女儿，他们不宠我，难道去宠外人？再说了，赵婶子跟咱们也够熟的，我们在苏家过的啥日子，别人不晓得，您还不晓得？现在我爹娘终于不用再受委屈，婶子不恭喜我们就算了，咋净说丧气话呢？苏思水，你这孩子咋跟你赵婶子说话呢？咱们迟早是一家人，你赵婶子也是担心咱。赵妹子，你一个当长辈的，可别和他一个娃娃较真。算了，我犯不着跟他计较。实话告诉你们的，我今天是来退亲的。啥？要退婚？妹子可不能退婚啊！咱家水儿和你家成龙可是从小就定了娃娃亲，这眼看着还有2年就要过门了，咋突然要退婚呀？上次我家成龙回村的时候已经跟我说了，等他考中了秀才，就把我接到镇子上去住，以后咱两家隔得远了，来往也不方便。你们还不如在村子里给水丫头另选一户人家，也能互相有个照应。可是婚事是2个孩子还没出生前就定下的，全村的人都是晓得的。要是退了亲，我家水丫头以后还咋见人啊？是啊，赵妹子，你家老张走得早，这些年来地里的农活，我们可没少帮忙啊。看在咱们2家这么多年的情分上，能不能不退亲？啥意思？你们帮我家干农活，难道不是自愿的吗？哼，不过是帮忙离了几亩地而已，这么点好处就想把女儿嫁到我家，白占一个秀才夫人的名头。我告诉你们，镇上那些大户人家都巴不得把闺女嫁给我家成龙了，你们家连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，就别做梦了。二哥，你们别嫌我说话难听，以前靠着家里人，你们二房还能有口饭吃，现在分家出来，指不定啥时候就断粮了。你家水丫头要是嫁过来，相当于让我家成龙同时养活2家人，那他哪还有时间和心思读书考功呢？哎，不是我狠心，要怪就怪老天爷不容眼，叫你成了摊子。谁说老天爷狠心了？老天爷至少叫咱提前看清了你的嘴脸不是？你说啥？咋？难道我说错了？你家男人走得早，这些年来你们家小到挑水洗衣，大到翻地播种，哪件不是我爹娘在帮忙？张成龙在镇上读书，啥时候干过农活？还好意思说你儿子养活我们2家人，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？你，哼，那都是你们自愿的。赵淑芬，说话得讲良心，我们又不傻，谁会平白无故替你干活？爹娘，你们让赵婶子有良心，可真是难为她了。她要是有那玩意儿，也不至于这么多年一直忽悠咱家替她养儿子。原来你一直拿我们家当冤大头啊！我真是瞎了眼，还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。你听好了，我苏长贵绝不会把女儿嫁到你这种人家的。哼，你给我滚！对，你走，以后再不许来我们家。切，走就走，你以为我稀罕来着？反正咱们2家的亲事是退了，以后谁也别理谁。等等，我让你走了吗？占了我家这么多便宜，说退亲就退亲，真把我们当软柿子了。你啥意思？2个条件，第一，退亲可以，不过得有正式的文书，免得你们张家以后又厚着脸皮反悔。就凭你家这样子，我跑都来不及，鬼才会反悔。第二，把我爹娘这些年来替你干活的工钱给结了，10两银子，少1分都不行。啥？10两银子？不过是离了几亩地，哪里就值10两银了？苏思水，我儿子可是在镇上读书的，你敢讹我？信不信我让成龙去官府告你？信不信我让成龙去官府告你？水儿，10两银子确实有点多，都够咱庄稼户过1年了。
要不就算了。不能算。娘，你别觉得10两银子多，这些年的农活，就算是找个长工，也不止这点银子，更别说养活一个儿子了。你要是觉得不公平，就去报官，正好我也去官府告你儿子骗婚。哦，对了，我不仅去官府告你儿子，还要去书院找他夫子，把他骗婚的事情闹得满城皆知。就这德行，还想考功名当秀才，当个卵才？你敢？那就试试看，你看我敢不敢？我不仅能让张成龙没法考秀才，还能让他一辈子在镇上和村子里抬不起头来。反正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糟了，他该不会是气死了吧？这可咋办啊？快去请大夫。不用这么麻烦，我有法子。娘，你去打1桶苦咸水来，给他灌进嘴里就能好。行。苏思水，哟，赵婶子醒了，咋样？想清楚了没有？是老老实实退亲结算工钱，还是我明天就去书院找你儿子？苏思水，算你狠。给你们要的东西。装啥装？就跟你看得懂一样。告诉你吧，这文书是我请村长写的，村长可是除我儿子外，整个前村第2个识文断字的，有他出面作证，谁也别想反悔。前村长办事我是肯定放心的，不过就一份解除婚约的文书还不够，我得再去找他写份结算工钱的证明去。没这个必要吧？去村长家得路过田地，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呢。赵婶子，你不去可以现在就走啊？谁愿意在这待似的？对了，你别忘了我们家和你们家再没别的关系了，你遇上麻烦别来找我们，也不用担心我会缠着你儿子。最好是这样。爹娘，有了这笔银子，咱家也能过得松快些。你们歇着，我去找钱村长。水儿，你还真去啊？有些事情说清楚比藏着掖着更好。咱们不说，村里人光听赵寡妇的一面之词，肯定闲话少不了。婶儿说的有道理，这件事本来就是赵寡妇有错在先。不过咱家现在的情况，这银子拿了未见得是好事。这没啥，我待会儿去村长家的时候带点银子去孝敬孝敬他，请他以后多关照些咱家不就行了。听到这话，苏长贵和李氏都震惊地张大了嘴巴。这种人情往来的事情，他们夫妻2人都是做不来的。以前的苏思水也是个老实巴交的性格，没想到分家之后突然像变了个人似的。爹娘，你们咋了？难道是心疼银子？不，婶儿说的对，咱家以后想在村子里立足，还得靠村长的庇护。你拿1两银子过去，请他吃酒。对。对，这老天一直不下雨，咱村里的地都结出盐块了。那能咋办？只能熬着。再等下去，咱村今年只怕要颗粒无收啊！咱必须得想个办法。想啥办法？要不咱去黑树林找找水源，万一能……不行，黑树林闹妖，你又不是不晓得。别说是有水了，有金子也不能去。黑树林还有别的水源？水丫头，钱村长，钱大哥，大中午的不在家休息，咋跑我这来了？我是来请您帮忙的。水丫头，你和程蒙退亲的事情我已经晓得了。程蒙这小子是不错，但他毕竟远在县城读书，1年也回不来几次，听说还要再读几年的书才能考功名。你年纪也不小了，继续等下去可就成老姑娘了。村长说的有道理，所以咱家和赵婶子商量好了，大家和和气气解除了亲事。你们是和和气气解除了亲事的？是呀，赵婶子心善，虽然解除了婚约，却主动把这几年欠咱家的工钱给结了。我今天过来就是想请村长您写个字据。工钱？啥工钱？张伯去世之后，赵婶子家的农活几乎都是我爹娘承包的，这算起来也有快10年了，当然得结工钱。水丫头，你赵婶子早早就没了男人，还要拉扯一个儿子，实在是不容易。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你家又和他走得近，有些小事能帮一把就是一把，你说是吧？村长说的对，可每到农忙的时候，除了我家，也没见村里其他人帮赵婶子干活呀。再说了，婶子主动提出结算工钱，我们要是不收，以后传出去，人人都要骂他没良心，我们这不能害了他呀，您说是吧？说完这些，苏思水抠出一块碎银子，轻轻放到木桌上。钱村长，有句老话叫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。因为我爹的病，咱家没少被人指指点点，要是气势上再输人，就更没法在村里立足了。您是咱们前村的话事人，咱家以后可还要靠着您才能安稳度日。水丫头，你这是啥意思？用银子堵我的嘴，让我帮着你们欺负赵寡妇。村长，这事儿和退亲一样，都是你情我愿的事情，怎么能叫欺负呢？既然是你情我愿的，那正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行吧，既然你们2家都商量好了，那我也不好说啥。待会儿立了字据，这件事就算是了结了，以后谁都不许反悔闹事。
村长放心吧，有您镇着，咱前村谁敢撒野？就这样，苏思水成功的斩断了和赵寡妇家的关系，高兴的揣着字据往家走，但心里却思考着刚才村长和他儿子的对话。如果黑树林里真有别的水源，那最方便的就是我家了。野兔，看来今晚有肉吃了。糟糕，有人吗？救命！救命！怎么是个人？快救救我！我是前村人，刚才追着只野兔，一不小心就掉进这个土坑了。你干嘛？放我下来！你是猎户？是。这么说来，这个土坑是你挖的？对。你既然在这挖陷阱，为啥不做个记号？幸亏今天掉进去的只有我一个人，万一里面还有别的野兽，那我还能活着出来。给。你啥意思？道歉。这么老实？算了，看在你也不是故意害人的份上，我就不收你的东西了。不过现在天都黑了，你得送我出林子。我只送你到树林边，剩下的路你自己走。一路上，苏思水又和这个面具男聊了几句，便听到李氏着急的呼喊声：“水儿，水儿，你在哪儿？”是我娘，娘，我在这里。他来找人呢。水儿，你怎么跑到树林里面去了？真是吓死娘了！我回来的时候看到一只野兔，一时高兴就追着进了树林。娘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这黑树林闹妖，千万不能进的。你这孩子怎么就是不听呢？娘，对不起，咱家只有一口白饭，我如果能抓到野兔，爹娘就有肉吃了。只要你好好的，爹娘一辈子不吃肉也没啥。快跟娘回去，你爹肯定等急了。哦。水儿，你在看啥？没啥，咱回家吧。咋了，娘？这是哪里来的鸡？这个人未免老实过头了，我都说了不用赔偿，他还是把野鸡送来了。呀，这不是我的鸡吗？快给我取下来！大哥，你咋来了？我刚好路过，顺道来看看你们。大伯既然是路过，凭啥说这鸡是你的？我说是我的，就是我的。少废话，赶紧让开，我还得抓紧时间把鸡拿回去炖了。大伯非要硬抢，那我们只能去把村长请来主持公道了。臭丫头，你少拿村长来压我！你以为我会怕你不成？除非你剩下的20几斤大米不想要了。二弟妹，水丫头还小不懂事，难道你也不懂事？你们分了家，只拿了20来斤大米，连件像样的衣裳都没带走，这日子肯定不好过吧？如果家里能有个人帮着说好话，指不定爹娘能松口，多给你们一些东西。水儿，你大伯说的对，不过是一只鸡，给了就给了。看来这鸡大伯今天是吃定了。行，大伯想吃，我们待会儿就把这鸡给炖了，但只能在我家吃。为啥？大伯也说了，家里得有人帮着说话，但你拿回去他们都吃了，人人都帮着我家说话，那大伯的作用也就没那么大了。也对，那我中午就来吃，但如果到时候没有这鸡，那大伯就只管去村子里说我家的坏话，我保证不反驳。也不晓得这鸡是谁挂在这的，咱要是炖来吃了，万一人家找上门来咋办？还不如一开始就给你大伯，免得惹上麻烦。娘别担心了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叫村长。前村长，嫂子，种苗喝水了，天气这么热，还劳烦你们跑一趟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咦，这水咋和咱平时喝的不一样啊？爹娘，这水没有平时那么咸了。长贵，你们这水不是咱前村的吧？你在哪儿打来的？这水就是咱们村子里普通的井水，只不过是水丫头用特殊的法子净化过了，才没那么咸。咋净化的？快说说。是用棉布。村长大伯，我用棉布做引子，一点点把桶里的水引到盆里去，然后再用这些水来煮蒲公英。蒲公英有消毒杀菌的作用，这样就能得到干净的饮用水了。这么复杂？你家一直都喝这种水？当然不是，这么喝水会消耗很多柴火，我家也只是偶尔准备一些。前村长，这净化水的法子，我们可是谁都没告诉，只告诉了您。倒不是咱小气，只是怕晓得的人多了，大家都去抢水囤水，到时候惹出麻烦可就不好了。你做的对，
这件事以后千万别再提，更不能让第三家人晓得。村长说的对。对了，那个鸡炖的差不多了，我这就把它端进来。好香啊！大家也别愣着了，快尝尝吧。水丫头，这鸡就是你用净化后的水炖的吧？对，这么好的鸡，要是用苦咸水来炖，那不就浪费了？好久没吃过这么肥的鸡了。这鸡还剩了一半，我已经浸在井水里了，待会儿猪婶子带回去吧。这感情好。眼见气氛烘托的差不多了，苏思水突然叹了口气：“唉，水丫头，你咋不吃呢？”实不相瞒，我今天是有件事想求村长帮忙的。啥事？你们也看到了，我家这个情况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，指不定啥时候就断粮了。如果可以，我想请村长做主，把村头那2亩白田分给我们家。你说的该不会是村头那2亩被盐覆盖的田地吧？是啊，那2亩白田本来是我爷奶家的，但因为盐碱度太高，5年前就废弃不用了。钱村长，您是咱村的话事人，能不能求您做主，把那2亩田划给我们家？水丫头，倒不是我不愿意帮你，只是你们分家的时候已经说好只拿粮食，现在突然要地，怕是苏老头那不会松口。有啥不松口的？那苏老头子也太狠心了，就没他这么当爹的。闭嘴，吃鸡都堵不住你的嘴。村长不用替我们操心了。其实我们已经和大伯说好了，大伯已经答应把那2亩白田给我家了。只是爷奶脾气倔，他不敢直接说，想请村长先点个头。今天这鸡也是大伯点名要吃的，说是他帮忙传话的跑腿费。二弟妹，我来了，你们的鸡汤炖好了没有？村长，大伯愣着干啥？快坐呀！这臭丫头想干啥？不会真请村长做主了吧？您之前跟咱说的那个事，钱村长已经同意了。您回去跟爷奶说一声，我们就正式接管白田了。啥田？就是村头那2亩白田啊。大伯不是说愿意把它划给我家吗？钱村长没反对，现在就差大伯出面跟爷奶知会一声。我啥时候说过这话？大伯，你早上刚说的，回家之后给我们说好话，我才给你炖的鸡。这刚一上午，你怎么说话就不算话了？苏老大，你啥意思？连自家侄女都骗？是啊，常贵叔他们虽然分家了，但还是亲戚，你们1亩地都不肯分，未免也太绝情了。不是，我真的没答应过这些啊，都是这个臭丫头胡说八道。大伯，你又要反悔吗？该不会是为了诓我们的鸡吃，才故意那么说的吧？是啊，大哥，咱们咋说也是一家人，你可不能骗咱啊。苏老大，不过是2亩白田而已，你家空着4、5年没种了，分给常贵家有啥关系？抠抠搜搜的，也不怕村里人看笑话。村长，您别听他们胡说，我真的没有。钟毛，你待回去苏家走一趟，把这件事跟苏老头交代清楚。行。吃人嘴软，不管是出于交情还是真心，钱家人这次选择站苏思水这边。这个小丫头仅用1只野鸡，竟然换来了2亩田地。他娘做梦也不敢想，当初净身出户身无分文的，这一眨眼的功夫，不仅有了自己的田地，还有了固定的住所。水儿，村长真做主把田地分给咱了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娘，咱家不仅有地了，以后还能种出吃不完的粮食。但是这次是钱村长出面替咱把地要过来的，就算爷奶敲打锣鼓的来闹，咱家也不能松口，那样不仅拿不到地，还会把村长给得罪的。好，我和你爹都听你的。你给我跪下！爹，我就算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也不敢擅自做主把咱家的田分给老二他们啊！都是那臭丫头在村长面前撒谎，还拿咱老苏家的名声做威胁。别打了，老大都说了是老二家那个小兔崽子使的坏，你有本事揍他去呀！使坏，说到底咋回事？是因为苏思水请村长一家吃鸡，才有等吃鸡。大哥，你不是一早就下地干活去了吗？咋晓得老二家请谁吃了饭，还吃了啥？我晓得了，大哥今早根本没去地里，是跑去老二家蹭吃蹭喝去了吧？吃了人家的东西，当然要帮他们分田地了。老大，你真去老二家吃鸡去了？他们，你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，看我今天不打废了你！另一边，苏思水来到田地里，便看到厚厚的盐堆积在表面上，这么严重。他四处张望了下，确定附近没人后，随后便悄悄地伸出手，只见一股清泉以极快的速度渗入土地中，土地接触到灵泉水后，表层的盐分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融。
有效有效。不过这2亩白田不能一下子全变了呀，要不然会引人注意的。明天还需要做样子才行。娘从这里开始挖，一起挖到那边，挖一条水沟的宽度就行。行。长贵媳妇，水丫头，你俩在这干啥呢？我和水儿准备种地呢。种地？你家不是只分了20来斤大米吗？哪儿来的地？是我大伯心善，去求了爷奶，把这2亩废弃的白田分给我家了。哟，这么看起来，苏老大还算是有良心。得了吧，真要是好心，就该分2亩好地出去。这白田荒废了能有好几年了吧？别说是种庄稼了，野草都不长一棵，这样的土能种个啥？就算啥也种不出，我家也记他这个情。大伯，大伯，谢谢大伯呀。瞧，苏老头脸都耷拉到地上了，肯定是不愿意把田地分给常贵家。就是，这白田他自己留着也是不种的，何必这么小家子气？磨磨蹭蹭干嘛呢？赶紧给我翻地！娘，你到树荫下坐着休息会儿，我去打些水回来。我去吧，顺便回去看看你爹。行。苏思水扛着锄头来到树荫下，刚坐了没一会，就看到李氏惨白着一张脸回来了。娘，水呢？哦，我忘了，娘有点不舒服。水儿，要不咱先回去吧？好，那赶紧回去吧。小雨，你这是咋了？谁欺负你了？没谁欺负我，是水儿。水儿咋了？我看她好好的呀。我刚才去打水，听到赵淑芬说，她是因为咱水儿是客亲才退的婚，还说咱水儿八字太硬，以后嫁到谁家就要死人。常贵，咱水儿名声坏了，以后可咋办啊？哼，这个赵寡妇之前明明说好是和平退亲，谁也不欠谁，结果她却在背后编排咱闺女。赵寡妇是吧？你给我等着。我都问清楚了，苏老二分家都是因为水丫头。听说是他在家里好吃懒做，被他奶给教训了一顿。谁想他不仅不收敛，还发脾气，差点一把火苏家的房子给烧了。啥？烧房子？他疯了吧？可不，苏思水就是个疯丫头，以后谁娶谁倒霉。我家成龙是要当大官的，哪能跟他成亲？对对对，赵姐家的成龙长得一表人才，水丫头模样一般，的确是配不上。但我家满儿就不一样了，从小就水灵灵的。赵姐，你家成龙啥时候回村？我请你们吃饭啊！秀芳妹子，我晓得你是啥意思，但我才刚和苏家退了亲，总不能马上又和你家定亲。万一老苏家那老太婆找麻烦。几位婶子，忙着呢。水丫头，你咋走路都没有声音的？是婶子们聊得太投入了，才没有发现我。你们刚才在说啥呢？没啥。咦，赵婶子，你这头上的簪子真好看，是前几天去镇上赶集的时候买的吧？这只簪子怎么和我家男人买给我的那个如出一辙？那啥，我家里还有点事，先回去了。等等，赵婶子，你这簪子我当真喜欢，你能不能告诉我是哪里买的，多少银子？去，你家连饭都吃不上了，还买啥簪子？一边凉快去，别挡我的路。哟，秀芳婶，你的簪子和赵婶子的好像，你俩是一起去镇上买的吗？能不能告诉我是哪家店？淑芬，你这簪子哪来的？当然是去镇上买的。你撒谎！赶集前一天我还约你了，你说你家里有事走不开，这次就不去了。你人都没去，咋买的簪子？我又没说是这次买的，这是我上次去书院看成龙的时候顺便买的。胡说八道，这明明是新月坊这个月才出的款式，咋可能提前买？我说呢，我家男人跟隔壁邻居一起去的镇上赶集，但回来的时候却整整晚了半个时辰。现在想来，指不定是在回家的路上拐了弯。赵淑芬，你给我一个解释。解释啥？我自己买的东西，有啥好解释的？你少在这发疯。行了，不就是一根簪子吗？有啥好吵的？哼，都怪你，小年纪嘴咋这么碎？真是对不住，我不是有意的。秀芳婶子，你也别生气，赵婶子最是心善了，不可能做啥坏事的。她晓得我喜欢吃糖，前几天还给了我2颗桂花糖呢，那糖可真香啊，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味儿呢。啥糖？桂花糖啊。我家赶集那天可买了2袋子呢，但到家后我男人说丢了1袋，现在想来怕是进了别人的嘴。赵淑芬，你桂花糖哪来的？我没有桂花糖啊，是她这个臭丫头诬陷我。好，是我乱说的。那赵婶子想让孙婶放心，就带她去家里搜一搜。那么大一袋桂花糖，总不可能2、3天就吃完了吧？
淑芬，你敢带我去你家吗？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不是我不带你去，是咱不能上了这臭丫头的当。丫头，你看着我干啥？没啥，就是想请翠花婶替我谢谢郑大伯。啥意思？就是上次我来打水的时候，刚巧遇上郑大伯陪赵婶子洗衣服，赵婶子怕我力气不够大，就让郑大伯替我把水提回家了。啥？我家老郑陪淑芬洗衣服？那天太热了，赵婶子洗衣服嫌晒得慌，还请郑大伯帮忙打伞来着。赵淑芬。下一集，赵寡妇被群殴，苏思水上门做警告。赵淑芬，你个狐狸精，居然敢勾引我男人，我撕了你这张脸！不要脸的小蹄子，我警告你，离我家男人远一点。再敢让我发现你和村子里的爷们儿不亲不楚，就把你扒光了绑到村头的树上去。贱皮子，一天到晚打扮的糊里糊气的，勾引谁呢你？还敢带簪子，带个巴巴吧，拿来吧你！哟，婶子回来了，辛苦了。苏思水，你这个毒妇，我都按照你的要求结了工钱了，你为啥还要陷害我？这些年来，赵婶子仗着有几分姿色，没少忽悠着村子的男人替你干活，只是挨了几巴掌而已，不冤。我什么？你在背后嚼我舌根，叫我爹娘听见了伤心，我就把你干的那些丑事抖落出去，让你也尝尝身败名裂的滋味。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再敢乱说话，我就让你儿子和他的同窗都知道，张成龙的娘是10里8乡都闻名的俏寡妇。你凭啥？到底是凭啥？我一个寡妇，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，不过是让同村的男人帮点小忙而已，凭啥就要对我喊打喊杀？等着吧，等我儿子以后当了大官，一定要你们好看。奶，歇着呢。臭丫头，你来干啥？家里粮食快吃完了，我来找你们要剩下那20斤大米。你想得美，赶紧给我滚蛋！奶，你确定不给我粮食，还要我滚？你滚不滚？不滚我就动手了。住手！老头子，你拦我干啥？这臭丫头就该直接打死。水丫头，你来要粮。是呀，爷应该也听说了，我家刚分出去的那天晚上，大米就被人偷了。也不晓得是哪个挨天杀的狗东西，全村一起找都没把他找出来，估计是个属耗子的，听到风声就打洞躲起来了。爷，你要是有线索，也可以告诉我们一声。水丫头，你出息了，以前是爷爷小看了你，没想到家里2个叔伯都不是你的对手。爷爷在说啥？水儿听不懂啊。哼，你不是把那2亩白田要过去了吗？有了地，粮食就该自己种。爷爷以为我是神仙吗？昨天刚拿到地，明天就能种出粮食了。那我管不着，你敢算计你大伯和四叔，就该想到有这个下场。别说是家里没粮了，就算是有，也不会分给你们。你不是能耐的很吗？那就自己去想法子去。爷奶是想赖账吗？我又没说不给你，只是现在家里穷，买不起粮。况且当初答应你的时候，也没说过给粮有期限，你且回家等着吧。也行，大不了我再去村里面借。一成立，应该会有不少人愿意帮忙。你说啥？一成立？你疯了！奶奶慌啥？反正利息是我给，你们只需要替我还清本金就好。虽然利息是高了些，但总好过1粒米都拿不回来。你说是吧，爷爷？你敢？我说啥来着？这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还不如直接打死算了。我就不信老二还敢为了这个小兔崽子和他老娘拼命。爷奶别生气，我不过是随口说说。你们既然不想把事情闹大，咱们还有一个解决方式。说，把我们以前用的东西还来，抵那20斤大米。想得美，讹了我们20斤大米和2亩田，还敢回来要东西？我告诉你，门都没有。我们那些衣服被子、用过的锅碗瓢盆，本来就是半新不旧的。奶奶就算抠抠搜搜留下来，四叔也未见得瞧得上。但那20斤大米却是实打实的债务，只要我一天不松口，你们就一天不能安生。你个臭丫头，可以用20斤大米换你们以前的家当，然后咱们债务两清。谢谢爷爷，还是爷爷通情达理。那我这就去收拾东西了。不准呐，那些都是我的东西。蠢货，你闹啥？老头子，那些家当可不能给他。当初说好是净身出户的，
那些东西老二他们拿着有用，咱们留着就是废物一堆。你是想要20斤大米，还是那些破铜烂铁？那也不能这么便宜了，这个死丫头啊！日子还长着呢，只要我还活着，老二就翻不出我的手掌心。总有一天，我要他们全家跪着回来求饶。虽然说的是全部家当，但总共也就收拾出了半个板车。爹，看看这是啥？呀，这不是我做木工的工具箱吗？你去老宅了？水儿，你去找你爷奶了，没事吧？他们有没有打你？当然不会，爷奶可欢迎我了，还把咱家以前的家当都还给我们了。你快点给爹娘说实话，你是咋把这些东西要回来的？爷奶不是还欠着咱家20来斤大米吗？我用粮食换的。你爷奶能同意？为啥不同意？这些东西可值不了20斤大米的价格。我爷奶那么精，当然巴不得我把东西换回来。不过爹娘也别担心，咱家里还有赵叔分赔的工钱，等下次赶集我就去镇上买粮。行，那就听水儿的。对了，距离下一次赶集还有多长时间？还有1个多月呢，剩余的粮省点吃够吃的。粮食够，但咱们的那2亩地的种子是等不了。爹娘，我出去一下。水儿，刚回来你又要去哪啊？钱村长，朱婶子在家吗？是水丫头啊，我爹娘出去了，你找他们啥事？钱大哥，也没啥，我这2天在路上采到了一些药草，想着给你们家送些来。药草？这不就是寻常的野草吗？咋成了药了？这可不是野草，这些可都是好东西，能清热解毒，还能止血呢。啊！快，把人背进去！种苗，快来呀！你娘她腿摔坏了。下一集，苏思水为村长媳妇医治伤口，一战成名。在古代农村没有大夫的情况下，止血的方法竟然是用草木灰。小伤口还好说，一旦伤口大的话，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草木灰被鲜血浸湿脱落。糟了，还是止不住血。娘，你这是咋了？你娘她从田埂上摔下来，被树枝划破了腿，好痛！这伤口也太深了，血止不住啊！种苗，你家有没有止血的药草啊？没有。糟了，这可麻烦了，咱村子里又没有大夫，难道要把人送去镇上吗？去镇上得翻山，少说也要大半天，哪来得及呀？那可咋办呀？我可以治。水丫头，你可别添乱了，你又不懂这些，咋治？就是小娃娃就别凑热闹了。我刚好采摘了一些药草，其中就有可以止血的。钱村长，能不能让我试试？你会治病？婶子别怕，你这只是皮外伤，之所以止不住血，是因为回来的途中一直捶着腿，导致血液都流往了下肢。钱大哥，你去找个凳子过来，让婶子把脚垫高些。钱村长，婶子的伤口必须消毒处理，我需要干净的清水，还有包扎伤口的布条。水丫头，你够了啊！现在是啥情况？哪儿轮得到你在这瞎指挥？赶紧回家去，别在这捣乱。还药草呢？我看是野草还差不多。爹，这咋办？老钱，我是不是要没了？种苗，去拿干净的水和布。好。再冲1碗糖盐水，给婶子补充体力。水和布条找来了。水丫头，你真能治好我娘？放心吧。好，那就拜托你了。苏思水把用灵泉水调好的药膏涂上去，朱氏立马惊呼：咋了娘？不痛了，我觉得不痛了，还真有效啊！难道这些杂草真是药？看不出来呀，水丫头还有这本事。你们快看，血也止住了。婶子，虽然伤口不痛了，但你还是不能下地行走，必须得等到结痂才能活动。还有这几天伤口不能沾水，我会每天来给你换一次药。今天多谢了，改天请大家伙吃馍馍。好，那我们就不打扰朱婶子休息了。水丫头，这次多亏了你。没啥，本来我就是来送药草的，没想到阴差阳错帮上了婶子。你啥时候认得药草了？以前咋没听苏老头子提过？我爷奶对我和爹娘又不好，我为啥要让他们晓得？钱村长是好人，我自然愿意把好东西给您。水丫头，你来找我，除了送药草，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事？村长，那我就直说了，我想用那些药草和您换些种子。种子？你还真想在白田种庄稼？不是我说，那田种啥都出不了苗的，你也别折腾了。不瞒村长，我已经想到了改善土质的法子，
现在换些种子就是想试验一下，万一能成，到时候整个村子都能受益。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给你一小袋种子。对了，现在谁家都不容易，给你种子的事情可千万别往外说。我晓得，谢谢村长。离开村长家，苏思水哼着歌往家走。见到他的村民也是比平时客气了许多，毕竟谁也保证不了以后没病没灾的。途中路过黑树林时，苏思水站了片刻。相比起干旱的前村，黑树林里的资源显然更加丰富。如果可以保证自己的安全，倒是可以尝试学习面具男去林子里设陷阱捕猎。爹，你会做弩不？弩？你要那玩意儿干啥？水儿，你可别想着再去黑树林了，那里多危险呀！爹只管说能不能做，就算我不去黑树林，也可以留着防身啊。咱家距离黑树林这么近，万一啥时候蹦出个野兽咋办？你要是能做出弩，在家也能保护我和娘了。非要做也是可以的，但我恐怕还得琢磨琢磨。谢谢爹。苏长贵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做木工上面，一改之前消沉的状态。苏思水则把心思放在了育苗上。以现在的土质，直接埋进地里，肯定是什么都长不出来的。最保险的做法是先用灵泉水滋养浸泡种子，把普通的种子改造成超级种子。想到这，苏思水关上房门，确保李氏和苏长贵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后，操纵意念进入了空间。是。咋了，爹？你看这是啥？弩。爹，你这么快就做好了？你爹晓得你想要，硬生生熬了一夜做出来的。好漂亮，爹辛苦了。不过下次不要再熬夜了，对身体不好。好，爹都听你的，你快试试看看好不好用。好。下一集，苏思水在探黑树林，竟然用弩弓打了一头野猪。不是吧，好多肉！我的猪！你一个女娃，胆子咋这么大？为啥还敢进黑树林？我是来打猎的，又不是来玩的。这是狗，它叫乌云。这是你的狗？对，你放心，没有我的命令，它不会发动攻击。野猪你带走，以后别再来这个地方了。乌云，好神气啊！我可以摸摸吗？不行。为啥？乌云不喜欢生人。那我分它猪肉吃，就算是朋友了。乖乖狗，给姐姐摸摸行不？好，不摸就不摸，真是宠笑主人像，咋跟你爹一样凶？好了，你该走了。乌云，松开。这野猪能猎到，也多亏了乌云帮忙。要不这样吧，我把野猪分你们一半，但你得让我摸一下，可以吗，乌云？那我们说好了哦，用肉肉交换摸摸。乌云，你刚刚好威风哦，喝水不？果然没有一个动物是不爱灵泉水的。乌云向来谨慎，别说是吃外人给的东西了，就是我喂食，他也会先把食物拖到隐秘的角落才会进食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乌云，好狗，好想要啊！乌云长得和狼好像，你是咋驯化的？它是狼和狗的结合。乌云他爹是林子里的狼，他娘是我家养的狗。那你家岂不是还有很多狼犬？都像乌云这样威风吗？我可以去看它吗？没有，一口水而已，丢不丢人？喂，说好野猪分你一半的。不用，乌云不喜欢猪肉。乌云，你一直跟着我呢？你走得太慢了。你一直跟着我，是因为不放心吗？你关心我呀？你想多了。喂，你等等啊！就到这吧，今天真是谢谢了。小事，再见。等等，咱们也见2次了，算是朋友了。下次你要是没空，我可以帮你遛狗呀。遛狗？就是乌云每天都得遛弯吧？你如果忙着打猎，我可以帮忙，你也不用谢我。谁叫我和乌云有缘分呢？你是想玩狗吧？嘿嘿，看破不说破嘛。谁让你养了这么漂亮的狗子？大不了每次见面我都给乌云带水喝。你看，乌云都答应了，你这个当爹的怎么好意思拒绝呢？我不是他爹，其他的下次再说。切！天啊，这么大一头野猪，亏得你能拖回来。这真是你猎的？
爹，有你给的武器，咱家现在也能实现吃肉自由了。这么大头猪全部制作成肉干，少说得吃大半年了。水儿，咱一下子得了这么多肉，要不要分一点出去？爹想分给谁？你爷奶身体不好，平时也吃不上这些好东西，要不……是啊，水儿，要不咱给他们匀一些？行呀，爹娘想给那咱就给。水儿，你真的愿意吗？我还以为你不肯把东西分给你爷奶呢。咋，爹觉得我是那种冷心冷肺的人吗？当然不是，我家闺女是最好的。以前都是你爷奶糊涂，才那样对你。爹娘尽孝是应该的，不过要讲究方式方法，咱们就算是要给肉，也不能直接给。不直接给，那要咋给？很简单啊，先把猪肉烤成肉干，然后说是我去镇上用草药换的，而且一次还不能给太多，否则就算爷奶不贪心，四叔也会闻着味儿馋上来。行，就按照婶儿说的办。爹娘，我有点累了，想去屋里躺躺。快去快去，这里交给娘来处理。灵泉水果然有效，明天就能种地了。哟，老二媳妇，你这是哪里找来的苗啊？大伯娘，你咋来了？家里的衣服洗了没？谁打了没？你不给大伯他们做晌午饭，咋有空到处溜达呀？你少得意了，我虽然要干活，但至少能把饭吃饱，不像某些人到处借粮过日子。今早刚吃了猪肉饭的母女两人对视一眼，忍不住偷笑。你们笑啥？一个个的别不知好歹。大伯娘这么闲，回家多给你男人洗2双袜子吧，免得又被我奶揍得满头包。臭丫头，真是反了天了！大家快来看啊，老二家的地居然出苗了，他家可真有本事，白田都能种出庄稼，以后吃喝不愁了。闭嘴，你瞎嚷嚷啥？咋，害怕了？刚才不是很得意吗？连我这个长辈都不放在眼里。天啊，出苗了！老二媳妇，你们是咋办到的呀？老二媳妇，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你就别藏着掖着了，你快跟大家伙说说，你们用了啥法子？老二媳妇，快说说你这些苗都是咋种的啊？我快说，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。这苗是我种出来的，你们有啥要问的，找我。水丫头，你也别生气，我们就是太着急了。是啊，今年一直不下雨，庄稼种不出来，大家伙都要揭不开锅了。我都从赵寡妇那听说了，你家最近都没咋去打水，多半是找到了新的水源，是不是用新的水源种出苗了？新水源，这可是比人命还珍贵的东西。大伯娘说的对，我们的确找到了治理白田的法子，只要你连喝3大碗苦咸水，我就把这个秘密告诉大家。难道真有新水源？水丫头，你赶紧把新水源告诉我们了，大家都靠着它活命啊！那得看我大伯娘的诚意了，她今天惹了我不痛快，只要她肯把水喝了，我就说。凭啥？我不喝。那我也没办法了。苏老大媳妇，你也别怪咱。下一集，苏老大媳妇贼心不改，去苏思水家田里捣鬼。这个村子的土质属于盐碱地，不仅田地里长不出来庄稼，就连打出来的井水也是危险苦涩的。即便这样，每天打水还是得排好长的队。然而今天，张氏竟说苏思水一家找到了新水源，引得全场村民都沸腾起来了。苏老大媳妇，你也别怪咱，只要你喝了它，咱们全村就都有干净水喝了。你就忍忍吧。我不。好咸啊！我不喝。水丫头，我们已经替你出气了，快把水源地说出来吧。大家也看到了，如果我真找到了新的水源地，大伯娘也不会被闲得要死不活的。啥意思？难道新水源是假的？你耍我们呢？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，我确实是没找到新水源，如果找到了一定告诉大家，别说是新水源了，就是我发现了石油也会告诉你们的。用你告诉，那玩意自己会定位。那我要是发现了提高出苗率的法子呢？啥法子？就是咱们村子的田地之所以老是积盐，除了不下雨之外，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耕种方式不对。我们都晓得井水是咸的，这些咸水灌进地里排不出去，盐分就会停留在土壤中，日积月累就成了啥都种不出来的白田了。但如果每亩田地都能挖出一条排水沟，把盐水引走的话，自然就能把田地养好。真的假的？就挖几条沟，地就能变好了？反正事情就是这样，你们要是信，就照着我的法子做；要是不信，就另想别的办法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万一作用不大，也别来找我的麻烦。毕竟我本来是想试验之后，确定有效果了再告诉大家的。没想到有人性子急，一早就把事情捅出来。
臭丫头，我看你就是想害我，挖个沟就能出苗，根本就是扯淡，大家都别信，他肯定还有别的秘密没交代。话说到这里，村民们有人相信，有人生疑，但不管如何，他们都不敢在这个档口得罪苏思水，毕竟都知道他会医术了，谁敢得罪他，那就是嫌自己命长。行，那咱们就按照水丫头说的法子试试看，不过就是挖几条沟，要是真有用，那就救了大家的命了。那样的话，水丫头就是为大家立了大功了。在一众赞美声中，苏思水和李氏被人簇拥着回了家，剩下的村民们则是迫不及待去自己地里挖排水沟，唯独张氏遭人灌了苦咸水，还被训斥了一通，啥都没捞着。爹娘，老二家简直就是白眼狼，明明晓得改善白田的法子，居然藏着不肯说。我就说老二一家咋突然哄着老大把白田要了过去，原来一早就想好咋做了。老头子，这事可不能就这么算了，咱们得找老二说理去。蠢货，水丫头要是真有改善白田的本事，那她就是全村说话最有分量的人，别说是村长了，就连咱家也得捧着她。我警告你们两个，现在不是得罪老二一家的时候，别给我干蠢事。娘，难道咱真要哄着那臭丫头？明明是她诓了老大，才把白田给要了过去，现在居然还成了香饽饽了，那咱家算啥？给她做嫁衣的倒霉蛋吗？你以为我愿意跟那小兔崽子服软？屁，他算个啥东西？娘，要不咱先给他一点教训。咋教训？他不是仗着种出了苗，就在村子里耀武扬威吗？那咱就趁着天黑去把他的苗全拔了，看他还咋嚣张。不行，万一把苗搞死了，别说是你爹，村子里的人都得找咱拼命。咱又不是真的要把老二家的苗弄死，只不过找个地方存起来，叫他家先着急一阵子，等他们没法子了，再让咱爹出马，把找到的苗送回去。这么一来，咱们不就成了老二一家的恩人了？到时候爹娘一句话，他们还不得赶紧把出苗的秘密都告诉咱？好法子，那你今天晚上就去把老二家的苗都带回来，记得千万别让人发现了。不是，娘，就我一个人去啊。不是你去，难道是我去？死老太婆！张伯，您在家吗？唉，这条黄狗虽然凶恶有余，但聪明不足，明显少了几分灵气，赵乌云差远了。水丫头，你找我干啥？张伯，我有件事跟你商量。你一个小娃娃能有啥事找我？所以你是想借我家的狗，让它晚上替你家守田？不好意思，没兴趣。一成。如果能成功守住地里的苗，收成后我答应分你1成粮。你能做主？放心，分家之后，家里的事情都是我做主的。亲，这事就这么说定了。晚上我会把大黄带过去。老钱婆，好事只想得到自己，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倒是想起我了。你个大香蕉的，看我今天不把你的苗都给薅光了！救命啊！死狗，走开，别咬我！张氏满身狼狈的回到家，确定屋子里持续不断的传出苏老大打鼾的声音后，才松了口气。他不敢让苏老大发现自己悄悄溜出门这件事，决定先把弄脏的衣服脱了藏在门口的竹筐里，等天亮再拿出去洗干净了。现在的采花贼都这么胆大了吗？呆，哪儿来的采花贼，敢在你四爷爷家里作乱？看我不剥了你的皮！爹娘，家里进贼了，你们快来啊！你个大香蕉的，敢动老子的媳妇，老子给我揍！哪个贼进门了？抓住了没有？爹娘，你们看，就是这个贼！我刚刚出门撒尿，亲眼看到他溜进咱家的院子，脱了衣服就往大哥的屋子钻。我媳妇呢？把我媳妇藏哪儿去了？啥？你媳妇没了？快把我儿媳妇还来！这个手法咋这么熟悉？把人给我绑了！今晚不把老大媳妇找回来，就把他雀儿剪了，挂到村口树上去。别碰！咋了娘？老头子，把火把拿过来！大嫂。下一集婆媳大战一触即发。采花贼，快把我儿媳妇还来！
这个手感咋这么熟悉？老头子，快把火把拿过来！大嫂，老四，你搞啥名堂？大半夜的把你大嫂当成采花贼，有你这么办事的吗？吼啥？我又不晓得是大嫂，都不晓得是谁，你就跑来我院里打人？哦，我晓得了，大嫂怕不是趁你睡着出去偷人了？滚蛋！自己管不住媳妇，怪到我身上来了。今晚要不是我发现，你还指不定要戴多久的绿帽子。都给我消停点儿！深更半夜的，是想把村子里的人都招来吗？老大，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，赶紧把你媳妇儿抬回屋里，光这个身子像个啥样子？行了行了，家里没遭贼就好。今晚的事情谁都不许说出去，给我烂在肚子里，听到了没有？晓得了。老大，你也别气了，要我说，还是张氏自己不检点。难道他真是偷男人去了？醒醒，你给我起来说清楚！醒醒，醒醒！你大半夜不睡觉，光这个身子出门干啥去了？不给我解释清楚，我今天就打死你！常父，我没有，没个啥，你一天到晚正事不做，就晓得折腾。哼，我们老苏家是做了啥孽，咋就娶了你这么个败家娘们回来？还不是因为你，要不是你让我去找老二家的麻烦，我也不至于被村里人逼着灌咸水。还有，我还不是听你的话，才会大半夜去地里偷苗，被狗咬破了衣服。你乱讲，我啥时候说过这些？不是你是谁？咱家里就你心眼子最小，当初要不是你偏心小叔子，也不至于逼得老二分家。现在看老二家过得好了，又想去找麻烦。常父啊，我这么做还不是因为你。因为我什么？娘恨你把那2亩白田给了老二，成天变着法的折腾我。我要是不去，哪还有活路啊？你这个挑事的蠢货，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不许打老二家的主意？你拿老子的话当耳旁风是不是？苏老头儿，大晚上的，你家吵啥呢？就是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没啥，婆媳吵架而已。老头子，我错了，咱有话回屋里说，行不？娘找你干那些事，你咋不跟我说？我咋说？就算说了，你能管得了吗？你不在家的时候，你娘还不是想揍我就揍我？还有那个老四，成天就晓得拱火，生怕咱大房过得比他好。这次是我错怪你了，等我找到机会，一定要让老四也尝尝挨揍的滋味。真的假的？我奶大半夜和大伯娘打起来了？当然是真的，不仅他们婆媳打，你爷还动手了呢，只不过是打的你奶。是的，是的，我亲眼瞧见了，你奶像个鹌鹑似的被他拎着回了屋，之后还惨叫了大半夜。大黄，昨晚干得好，这是给你的奖励。嘎嘣脆，野猪味。咋了？还想要？想吃的话就得先认得我，以后看到我不许再乱叫了，晓得不？好狗，好狗。蔡公子，您这是在看啥？瞧见那美人了没？本公子觉得不错，真是没想到，偶尔来一趟村子里，居然能遇上这样水灵的姑娘。你去把她带过来。她呀，那是我侄女。你侄女儿 ？Nice。既然是你侄女，那就更好办了。你回去跟家里人说，把你侄女儿嫁给我做妾，回头本公子肯定重重赏你。蔡公子，不是我不帮您，只是我这侄女一家已经从我们这里分出去了，她的婚事我可做不了主啊。那你就去找她家里人，告诉他们本公子有的是银子，只要她把女儿交出来，我给她家20两彩礼。20两？你要是替本公子把事情办妥，我再单独给你10两银子。你要是不行，本公子就换个人去，无非就是提个亲，多大点事。蔡公子，不瞒您说，我那个兄弟和嫂子是死脑筋，你要让他们直接答应把女儿嫁给做妾，估计有点麻烦。但要是换个法子，多半能成。啥法子？快说。姑娘家最在乎是啥？您晓得吧？只要您……你小子连自己侄女儿都坑，真是坏到骨子里了。不过老子喜欢。谁？出来！哟，苏姑娘，真是巧啊，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。你是谁？
你怎么忘了我蔡全？咱们之前在镇上见过的，当时还有你那个朋友叫什么来着？没想到都穿越到古代了，还能遇上这种诈骗形式的搭讪。我想起来了，是秦婶子吧？她把钱带丢了，是你帮忙找来的。啊，对对对，就是秦婶子。那公子今天是找到了，直接给我吧，就10两银而已。10两。给。蔡公子这样尊贵的人，就专门跑到我们这穷乡僻壤的地方还银子来了吗？顺便来打猎。蔡公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也需要打猎。当然，不打猎咋吃得饱呢？苏姑娘有没有兴趣看看我是怎么打猎的？也好，我正想去树林子边上逛一逛，看能不能采些野菜回去。走着。两人一拍即合，朝着树林走去。蔡全满心满眼都想着待会儿怎么把美人搞到手，然后再把银子拿回来，根本没注意自己被带着进了黑树林。原主压根儿就没有结识蔡全的记忆，但对方却知道了我的身份。如此推断，要么是这个男人早就盯上了我，再就是有人倒卖了我的信息。不管是哪种，蔡全都留不得。正好第一次进林的时候，我掉进去的那个陷阱就在附近。苏姑娘怎么停下了？蔡公子，我好像看到野兔了，就在那边，你要不要看一看？野兔？野兔哪有苏姑娘吸引人？这人怎么不按套路出牌？蔡公子，你这是干啥？快放开我！下一集，面具男又一次来搭救苏思水，却不想面具意外掉落。你是谁？赶紧给老子滚蛋，不然干啥？救命啊！妖怪！郭烈突然失去面具的遮挡，猛烈的倒吸一口凉气，随后狠狠地将蔡全灌在地上，慌张地低头寻找丢失的面具。然而越是着急，越是找不到想要的东西。给你。别过来。好，我不过去。面具给你放在地上，你自己来拿。郭烈，好了吗？我要转过来了。郭烈，今天真是谢谢你了。我先走了。等等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走开，以后不许再到这来。郭烈，我刚才都看到了，但我不怕你。你说啥？我们是朋友，不管你长啥样，我们都是朋友的，我不怕你。你真不怕？放心，我真的不害怕。我可以看看你的脸吗？我是大夫，说不定可以帮到你。不用。如果能治好呢？能治好的话，你以后就不用戴面具，更不会担心会吓到别人了。行。你这脸不用治了，我不需要。别担心，你这脸还有救。真的？当然，骗你是小狗。那你要不要试试看？可万一……就算治不好，无非就是保持原样，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损失。好，你想要多少？啥？诊金，我没去过正经的医馆，不晓得该给多少，而且我也没银子，能不能用猎物代替？我给你治脸可不是为了收你诊金，而是因为咱俩是朋友。你这么说，我要生气了。对不起。他怎么还是这么老实？你既然想要谢我，那能不能把乌云借我养2天？不行，乌云认主，不会跟着你走。我很会训犬的，你把乌云借给我，我保证他以后都不想回家了。真不行，乌云见不到我的时候会伤人，你管不住他。切！我可以把家里的猎物分给你。我现在自己就能打猎，谁要你的猎物？我有很多。很多是多少？这也太多了。这个给你，它的皮剥下来可以垫在床上。这可贵了，你确定给我？你想要多少都行。那我全都要呢，你也舍得给？舍得，我可以再练。傻子，你还没说你要多少呢。我现在啥都不要。为啥？这么热的天气，这些肉我拿回去很快就会坏掉。你这个储藏间在山里能隔绝一些热气，能保存的久一些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这些东西最长能放多久？往些年可以放3到4个月，但今年不下雨，存不了太久。那你要不要跟我合作？我可以把这些肉制作成肉干，拿到镇上去换钱。你出成本，我出技术。我没想过这些，况且我也不懂。你看，这些肉估计也存了一段时间了吧？与其让它坏掉，不如拿去卖了，换成银子。你不方便出林子，我可以负责销售。好，你要多少都可以。说干就干。苏思水在储藏间选了些快坏掉的肉出来，剔骨改刀做成条状。郭烈则是在外面搭建土窑，不一会的功夫，准备工作就已经完成了。吉时已到，点火开烤。好吃好吃。
对了，我那些骨架别扔，下次赶集的时候我得带去镇上。这些骨架不值钱，背着还麻烦。你想要别的肉，我给你打来。你不懂，这些可是卖肉干的关键道具。总之你别问了，到时候只管等着数银子就好了。好，时辰差不多了，我得回家了。我送你出树林。回去的路上，苏思水一直畅想着自己的肉干生意如何大卖，赚他个盆满钵满，却没注意脚下。小心陷阱！哎，那个谁呢？咋不见了？不用管，多半是被野兽叼走了。这个给你，下次在树林遇到危险，你就吹响哨子，我听到了就来找你。行，多谢了。水儿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？我就在附近转悠啊。你胡说！刚才你四叔经过咱家，说你跟着一个男人进了黑树林，你咋不听话，又跑到那种地方去了？四叔，那个蔡全多半是他招来的了。他还说了啥？还能有啥？光是去黑树林就够我和你爹担心的了。水儿，你可不能老去那种危险的地方，万一遇到妖怪咋办？还有，那个跟你一起的男人是谁？他叫郭烈。郭烈？谁是郭烈？咱村子啥时候有这个人？他是住在黑树林里的猎户。苏思水原原本本把第7集和对方相识的过程说了出来。当时要不是郭烈帮忙，我还不晓得要在土坑待多久呢。还有挂在咱家门口树梢上的野鸡，也是他送来的。还有，我上次猎到的野猪，都是人家帮忙扛回来的。你这丫头胆子也太大了！你晓得他是啥人，就敢跟着他一起进树林子，万一出点事，你叫爹娘哪儿去找人？娘别生气，你闺女又不是傻子。郭烈要是个坏种，当初就不会把我救起来。我也是考察了他好久，才决定跟他交朋友的。你还跟他交朋友？长贵，我是管不住你闺女了。水儿，你说的这个人要是个好的，为啥不搬到村子里来住？他躲在黑树林里，肯定就不是啥好东西。你还小，可千万别被他骗了。苏思水知道现在他爹娘还接受不了郭烈这个人呢，索性就没再继续这个话题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李氏都像是盯犯人一样盯着苏思水，只要稍微一出门，他就会跟上去。这样不行，会耽误我的肉干生意的，得想个办法。娘，你先给爹按摩一会儿，然后把药包敷在他的背上，等药包凉了，再让爹去泡个药水澡。这些有用吗？试试呗，这些可都是我弟弟在书院给我带回来的医书上记载的，说不定爹的腰上泡上几次就能下地了。行就轻耍的。爹娘，我出去一趟。你要去哪儿？上午不是刚出过门吗？咋又要出去？没柴火了，我得去捡一些，不然晚饭咋整？放心，我很快就回来。乌云，你爹呢？他咋不出来？干啥？你想让我跟你走？行，那你领路吧。下一集，苏思水摆摊卖肉干。不应有不贤，朝朝有暮暮朝暮见，却难勾勒你的脸。我轻叹浮生看红颜，走去多少年，半生的遗憾谁来写？只有我和留人间。你咋来了？我是来给你送药的。那你等我一下。哦，好的。真没想到黑树林里面居然有这么丰富的水源。给，这里面是我调配好的药膏，洗脸的时候要温柔些，别去用力揉搓，更不能挤。好。你这水看起来挺深的，里面有鱼吗？有，但很少。那能抓到吗？我想吃鱼。鱼肉少，还有刺，不好吃。你想吃肉，我的储藏室还有很多。你不懂，吃鱼不光是吃肉，而是享受那种氛围。这样吧，你要是能抓到鱼，我就亲自做给你吃。你喜欢啥口味？红烧、清蒸、铁锅炖鱼，还是滋味烧烤？我都没吃过。唉，真可怜。就这样，两人一狗吃着滋味小烧烤，没羞没臊的一待就是大半天。临走的时候，交代郭烈打包好肉干和骨架，明天一早就来拿。水儿，这也太早了，村子里其他人还没动身，要不晚点再走？不用，我脚程慢，跟他们一起走反而拖速度。娘您别担心，我争取早去早回。好，银子我用针线给你缝在衣服内侧了。镇上人多，可千万小心些，摸银子的时候也注意些，别被小偷盯上。晓得了，娘。要是拿不了太多东西，就下次再买，千万别逞能。好。路上小心些。放心吧，
等我回来你就在家偷着数银子吧。好好好，等我回来给你喝8度灵泉水。老板，打扰了，我想跟您租个火炉子。没有，哪儿凉快到哪去。老板，我是作不是借，您如果愿意做这个生意，可以开个价。去，没看到我这忙得很吗？你一个卖货的，老老实实去门口摆摊，少搞这些没名堂的事情。老板，莫欺少年穷，您这样做生意，迟早要翻车的。穷。老板娘，请问有空吗？妹妹，你想吃啥？我家的面可新鲜了，都是今天刚赶出来的。我不要面，我只是想跟您租一个火炉子。你要这个干啥？卖货？听你口音是前村来的吧？这么重的货，亏得你一路背过来。行吧，反正我家也没生意，你要炉子就借给你。多谢。对了，您不介意我就在门口起灶吧？借倒是不介意，但你想干啥？待会儿您就晓得了。肉干，新鲜的肉干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，好吃不贵，风味加倍。丫头，你这肉干咋卖？野鸡肉干50文一斤，野兔肉干30文一斤。啥？这么贵？你咋不去抢？婶子，我这可是纯天然无污染的野味，不是家养的饲料猪、饲料鸡可以比的。丫头，你要是卖10文，我就来2斤，咋样？什么10文？你才是抢了吧？今天集市上的猪肉卖多少文一斤？鸡肉卖多少钱一只？10文，亏你说得出口。不卖就不卖，你吼啥？对不住啊，丫头，把你的生意搅黄了。没事，那人手里已经拿着买好的猪肉了，估计就是随口询个价，未见得是真心要买。唉，现在这世道，咱们老实人总是受欺负，反倒是那些没良心的活得滋润。姐，方便问一下不？您这店面也挺大的，应该开了挺长时间了吧？咋瞧着没几个客人呢？哼，还不是对面姓张的捣鬼，把我家的菜谱都给偷了去。你说的是那个脸上有颗痦子的老板？对，就是他。以前是我家的厨子，还是我爹的徒弟。我爹还在世的时候，他装出一副老实的模样，哄得我爹把做面的本事都交给他。结果上半年我爹病重，把店托付给他照看。谁想这狗东西居然另立门户，还把我家的老客户都给挖走了。我爹晓得了这件事，一怒之下没挺得过来，很快就走了。我是个女人，一开始本来没想继承家业，但我爹被他气死了，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，就想着把店接过来，要让那狗东西付出代价。唉，结果你也瞧见了，我没学到我爹的本事，根本比不过他。姐，你家还有现成的面条不？有，我家就是卖面的。要不我给你做一碗吧？你给我做。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这也到中午了，估计你也饿了吧？行，那我就尝尝你的手艺。天啊，好香啊！姐，你尝尝味道。哇，好吃，太好吃了！你是咋想的？居然用肉干来做面，这不是就地取材吗？谁叫我就是个卖肉干的呢？姐，我看咱俩挺有缘的，你要不要跟我合作？你的意思是咱们一起卖肉干烧面？对，我来烤肉干，你来煮面。野鸡肉面干15文一碗，野兔肉干面10文一碗，收益我6你4，咱俩分工合作，不怕没银子赚。那感情好，小妹子，你可真是我的救星。我叫朱桃，你叫啥名？苏思水。思水妹子，你出的肉干更贵，这样我每碗再让你1文钱的利润。好好好。2个女人合计好了之后，立刻开工。朱桃又搬出来一个炉子，让苏思水可以在店铺门前专心烤肉。肉干经过柴火的炙烤，开始滋滋冒油，再把调配好的香料撒上去，烧烤的香味顺着风向传到集市里面，很快引发了一阵骚动。你们这是在做啥？卖烤肉干的吗？我们是卖肉干面的，面条用骨头汤来煮，肉干做浇头。今天有野鸡肉和野兔肉2种口味，客人想吃哪样？野鸡肉面多少钱？15文，保证料多，叫您吃过就忘不了。15文有点贵啊，隔壁的肉丝面也才12文。瞧你们2个女娃年纪轻轻的，做生意可不能太黑心哦。比咱家便宜的面条没咱家分量大，比咱家分量大的没咱家味道好，比咱家味道好的没咱家便宜。各位叔伯婶子，这品质摆在这里，大家肉眼都看得见。给我来1碗。好嘞。下一集，苏思水和朱桃正式签订合作协议，带着赚来的银子回家，却不想路遇劫匪。
这个男人好心机，先是装老实，哄骗他师傅把所有的本事都教会了他，等时机成熟，另立门户，甚至还把所有老客户都给挖走，以至于师傅被他活活的给气死了。师傅女儿见此决定继承家业，然后给对方一点教训，奈何自己没学过做面，以至于根本比不过对方。恰巧这时女主来到这里，得知了此事，然后俩人研发了肉干上面，把对面的人都引过来了。咋样，好吃不？到底好不好吃啊？你倒是说句话啊！我滴个亲娘，这也太好吃了！再来一碗。我也要一碗，给我也来一碗，要野鸡肉干味的。鸡肉干和兔肉干各来一碗。一时间，原本门可罗雀的面店突然就迎来了这破天的富贵。苏思水和朱桃忙得不可开交，不知不觉汗水都湿透了衣衫。就这样，连续忙了1个多时辰后，朱桃突然发现准备的面条全都卖空了，这才不得不停止接待新客。抱歉了，今天的面条已经卖完，感谢大家的捧场。这么快就没了？那我们排这么长时间，白忙活了。辛苦各位大哥大姐了，今天是我们招待不周，没让各位吃上面条，这肉汤是免费的，大家喝上一碗消消火气。行吧。滋水妹子，你可真厉害。姐，面卖完了，但我这肉干你收不？你要是愿意收，我给你打9折。愿意，我当然愿意啊。刚才我还担心呢，你这肉干要是卖完了，我这面条可就没销路了。你家还有多的肉干不？我都收。有倒是有，只不过制作一批烤肉干再送到镇上来，可是个费时费力的活计。姐，你要是真想跟我长期合作，咱得签个协议。行，你想咋签？我每隔10天给你送一批烤肉干，野鸡肉算你50文1斤，野兔肉30文1斤，还有野猪肉70文1斤，到时候骨架免费送你，但你得给我出来回的车费，咋样？没问题，就按照你的价格算。好妹子，你可真是我的贵人。签好协议，苏思水拿到之前说好的分成，揣着满足的心情走进集市，按照原本的计划开始采购。哟，这不是前村苏家的小娘子吗？确实长得挺清秀的，就是年纪小了点。你懂个屁，年纪小才味道好。四叔，臭丫头，上次是不是你得罪了蔡公子了？赶紧过来磕头。苏思水，可算让我逮着你了。蔡公子，你没死啊？你还敢说？敢偷袭你蔡爷爷，就得付出代价。偷袭？不是啊，那天明明是你自己逞能，吃了毒蘑菇产生幻觉，咋怪到我头上来了？什么毒蘑菇？不是说见到了黑树林的妖怪吗？妖怪？要是有妖怪，那早把我们2个都吃了。明明是蔡公子说自己是罗汉转世，百毒不侵，非要吃几个蘑菇给我证明。我都说了，生蘑菇吃不得。他说自己不仅能吃蘑菇，连米田共都敢吃。臭丫头，你找死！今天我就要让你晓得得罪蔡爷爷我的下场。你们几个也别愣着，抓着这个臭娘们，一人赏银10两。狼！救命！救命啊！退下！你居然能够指使野狼，你这个妖女！还有精力指责我呢，看来是伤得不够重，要不我还是直接送你去见阎王好了。我错了，苏姑娘饶命，都是苏老四出的馊主意。他跟我说，只要破了你的身子，你就会乖乖嫁给我当妾。冤有头债有主，你要杀要剐，去找他。呵，蠢货，你以为我四叔是站在你那边的吗？也不想想，我好歹是他侄女，他要是帮着外人害了我，全家都不会放过他。你啥意思？意思就是今天其实是我和四叔串通好了，把你们引到这儿的，就是为了好好教训你们一顿。其实他早就受不了当你的跟班了，如果我能趁这次机会杀了你，他就再也不用被你指使。这个苏老四，我要宰了他！邹姑娘，我求你放我一马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找你的麻烦。真的？我对天发誓。最好记住你说的话，赶紧给我滚！你怎么不直接杀了他？不能杀，蔡全的跟班都跑了，并且看到了我的样子，要是杀了他，很快就会有官兵找上门。哼，下次别让我碰见他，碰见了直接摘了他的券。对了，你和乌云怎么在这？两个人又聊了一会，郭烈慢悠悠地把苏思水送回了家。刚走进窗边，就听见苏老太的吵闹声。可怜我的腰儿就这么给毁了，
都是你们养的好女儿，居然敢算计自家亲叔叔，你们给我赔！爹娘，这件事我们听都没听说过，凭啥说是咱家水儿惹的事？我呸！不是你家丫头招惹了蔡家，他们怎么会找上门来报仇？还把长华的胳膊都给打折了。你一家子惹事精，我今天非要清理门户。下一集，苏家讹银子，却被苏思水又巧妙地拿了回来。我靠！你个不孝子孙，赶紧把刀给我放下！信不信我把你拿刀要砍我们的事情说出去，让你们没法在前村待下去？好啊，有种说去！你们趁我不在，跑到我家来欺负我爹娘，我就是因为孝顺才要动手砍人。今天我就把话放在这儿，谁敢动我爹娘一根毫毛，我就跟谁拼命！不管咋说，老四是因为你的缘故才挨打的，现在他的胳膊都折了，你们得赔银子。就是老四的胳膊折了，家里少了个能干活的男丁，耽误多少事，这银子你们必须赔。我可怜的幺儿，咋就摊上你们这种亲戚？今天要是不赔医药费，我就不走了。有本事你就砍死我这个老太婆！爹娘，你们咋说？长贵，最近水丫头在村子里可是出尽了风头，又是会治病采药，又是挖沟种地的。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们一家三口居然瞒得死死的，是不是从一开始打算好了要分家，想要独自富贵？爹，你这么说，真是要儿子的命啊！行了，说了半天，不就是为了要银子吗？直接说你们想要多少吧。10两，给我们10两银子，这件事就算了。10两，我家哪来那么多银子？娘，就算要给老四请大夫，也花不了这么多银子啊！你们不是还有诏书分赔的工钱呢吗？拿出来！呵呵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既然你们敢狮子大张口，那大家也别谈了，今晚就同归于尽吧。等等，8两也行。7两不能再少了。大伯觉得呢？不用7两，治个胳膊而已，5两就够了。还是砍死好了，5两都够买7、8副棺材了，大家1人1个刚好够用。3两，给3两银子，我们这就走。你要是不给，那就朝着老头子我的头顶来。成交。疯丫头，你装的？那又咋样？难道你们不应该庆幸吗？赶紧给钱，老四还等着请大夫呢，我没时间跟你瞎扯。等着，我这就给你拿去。想要讹我银子，就得付出代价。看好了，3两银子，只多不少。以后苏长华是死是活，都和我家没关系。婶儿，你老实告诉爹，你四叔是不是因为你才挨揍的？爹想听实话。你这么说，看来都是真的了。随后，苏思水把苏老四串通蔡全，想把他抢回去做小妾的事都说了一遍。啥？居然还有这种事？你咋都不跟我们说？娘，这种事光靠嘴说是没用的，得想法子解决。你看啊，蔡全是四叔招来的，他是摆明了想害我。我这次不把他们打服了，以后还会有张全、王全。难道我要一辈子关在家里面，连门都不出了？唉，这个老四，这都是那个叫郭烈的帮的你。是的。这样吧，你啥时候把他请到家里来，咱们好好感谢一下他。不是我不想，只是郭烈现在的情况怕是不允许。为什么？苏思水，你个臭丫头，赶紧给我出来！发作的这么快。爹，大哥，你们咋又回来了？你还好意思问？看你们把娘害的呀！娘这是咋了？咋了？给娘下完毒，现在不认了。大伯娘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你说我们给奶下毒，有啥证据不？要啥证据？今天娘就只来过你们家，刚回到家就开始浑身发疹子，没多久就晕过去了。咱村子里就你会医术，认识药草，除了你还能有谁？大家伙评评理，是不是老二家在捣的鬼？只是来了一趟二叔家，就说是他们下了毒，未免太牵强了些。是，中毒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会不会是苏老太婆自己吃坏了肚子？长贵夫妻都是老实本分的，咋可能对亲娘下毒？反正我是不信的。大伯娘，奶生病了，你们要是想请我帮忙的话，直说就是了，干啥非要给我泼脏水呢？你这么说，我要是出手救了奶，那岂不是显得我心虚？证明这毒就是我下的了。我要是不出手救他，你们又该说我没良心。哎呀，你这是要把我往死路上逼啊！我说怎么大张旗鼓的吵着亲孙女毒害亲奶奶呢？原来老苏家打的是这个主意。真是人心隔肚皮呀，居然拐着弯来算计亲孙女。
水丫头，你要是老老实实承认错误，给你奶解毒的话，这件事我们可以既往不咎。但你要是害死了你奶，那就别怪我们无情，去官府告你杀人。爹，您不能这样，水儿是您看着长大的，她是啥性子您还不晓得吗？我求您别报官。水儿，你快给你奶奶看看吧。娘，水儿听话，快去给你奶奶看看啊。行，那我尽力，但丑话说在前头，我奶要是治不好，你们也别怪我。咋样？你奶还有得救不？就还是可以救的，但得用上一种很珍贵的解毒药草。咱村子里哪来啥珍贵的药草？你的意思就是治不了了呗？能治啊，我前几天刚好采到了几株，爷爷要是愿意支付费用的话，我不介意拿出来救人。啥？你给你奶看病居然要收银子？水丫头，你这是不孝！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大伯娘要是一开始就好好说话，我是可以出手救我奶的。但你们一来就给我泼脏水，我要是平白无故把人救了，反而被你们拿捏，以后要是你家谁有个头疼脑热，我是不是都得屁颠颠给你们免费治？水丫头说的有道理，家都分了，给治病是情分，不给治也是本分。但凡你们老苏家以前对长贵他们好些，也不至于闹到这个地步。我刚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水丫头好歹是娘的亲孙女，就该给娘治病。什么不是？我今天把话放这，让我救我奶可以，但药草的银子是必须得给的。那你说要多少？不多，10两。苏思水，我看你就是故意的，啥药草能值10两？你们要是不同意就算了，我也不勉强，把我奶抬回去吧。10两银子能给我奶选一副顶级的棺材了。你想要银子可以，但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爷爷请讲。你要是拿了银子却治不好你奶，我就让你赔命。老苏头，莫说这种气话了。再说分了家，也是一个娘胎里带出来的。我没他这种不孝的孙女，他既然不肯免费救他奶，那就按照规矩办事。既然爷爷说要按照规矩办事，那就请你们先把药钱拿来吧。老大，拿银子。不行爹，那钱可是给老四治胳膊的，不能给呀。爹，给奶奶救命要紧，四叔胳膊不是已经接上了吗？原来苏老四早就没事了，那他们还来要钱，这不是摆明了算计水丫头一家呢吗？真是为了几个钱脸都不要了，我呸！你懂个屁！你四叔胳膊断了不得养一段日子，到时候吃喝算谁的？够了，老大，在你心里是不是几两银子比你娘的命还重要？你要觉得是就点头，带着银子给我滚出去，以后我老苏家没你这个儿子。爹您别生气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嘿。看着大家伙都在，那我就把话说明白了。我奶莫名其妙中毒，性命垂危，我为了替爹娘尽孝道，勉为其难出手救他。要是治不好，我苏思水拿命赔给他们；但要是治好了，从此以后我们两家互不相欠。苏思水说完这话，大家都一致的认为，不管治得好治不好，都是苏家老宅的人占了他一家3口的便宜。废话这么多，赶紧开始吧。下一集，苏老太婆被医治好后气不过，继续装病。大功告成。你在干啥？不是说要给你奶治病吗？治病不得喝药啊。那你说的珍贵的药草在呢？拿出来给我看看。这些就是了。就这都成这样了，我咋晓得它真不珍贵？啥意思？想赖账？你会医术不？能认药草不？给不给你看有啥区别？咋还没醒？到底行不行啊？水丫头，我告诉你，今天老婆子要是不醒，我可……娘，你醒了。你们几个围着我干啥？该吃晚饭了。这个苏老太婆自己在鬼门关上走了一圈，只惦记着吃晚饭了。苏老太婆，你感觉咋样？我能有啥？我好得很啊。爷爷，我已经按照约定把人治好了，还希望你们也遵守承诺，以后别再来我家闹事。算你有本事。哼。老四胳膊断了也就算了，娘也是啥事都不干，全家里里外外的事情都让我做，牛马都不是这么使唤的。你少说2句。说来也是邪门，这个水丫头居然只靠看了几本医书就会治病了，你说她到底看的是啥书？要不我也……咋了？你嗓子不舒服啊？你们也觉得水丫头会瞧病，这是有蹊跷。是呀爹，水丫头给咱娘喝的那些药，都是她悄摸在灶房里熬的，根本没敢拿出来给咱瞧。我估摸着那都是提前准备好的药方，根本不是她自己配的。真有本事，还是弄虚作假，试一试就晓得了。
你去找水丫头，就说我生病了，请她过来瞧瞧。你要让水丫头给您治病，那可不成。这丫头坏着呢，万一把您治出个3长2短咋办？再说您找她看病又得花银子。那你就说你娘还病着呢，把她找过来，我倒是要看看她是不是真的会医术。奶奶，你感觉咋样？哪里不舒服？头晕，想吐，浑身没力气。是啊，娘从吃过早饭之后又这样了。手给我。咋样？你奶没事吧？脉象总体平稳，不像是有病的样子。没病咋会头晕想吐？可能是累到了，还有些中暑。家里有药不？没有。我刚才瞧见院子里晒的有干姜和辣椒，拿些来给我。你要干啥？当然是熬药啊。啥药是用辣椒和干姜熬的？你怕不是在诓我们吧？那算了，当我没说。你去哪？回家呀，反正你们都不信我的医术，那就另请高明吧。老大，把水丫头要的东西给她。有樟脑不？你要那个干啥？该不会你要把樟脑拿去熬药吧？那可是杀虫的东西，你想害死你奶奶啊？奶奶要是死了，爷爷也就跟着去了，正好给你腾家主的位置，这不好吗？你别胡说。放心，就算是为了多看几年你们内斗，我都不会害我奶的。赶紧去把东西拿来。这是啥药？是我按照10滴水调配的药方，药草不是很齐全，但也能疏风解凉、驱暑化湿。啥水？我咋从没听过这玩意？水丫头，这也是你从医书上学来的？是啥呀？是你熬药用的东西，不是做菜的调料，就是杀虫的樟脑，还药方呢，完全就是瞎胡闹。娘，这药不能喝，会死人的。水丫头，你老实告诉爷爷，你会医术的事情是你编的吧？原来他们今天请我过来不是为了看病，是为了揭穿我的医术呀。薄荷疏风凉解，驱暑化湿；桂皮、小茴香、干姜、辣椒温中散寒，和胃止吐，缓痛止泻；樟脑通窍辟秽止痛。总之药我是熬好了，用的是家里现成的东西，就不另外收费了。至于信不信，你们自己做决定。我瞧这水丫头说的头头是道的，该不会是真的吧？咋可能是真的？人家镇上那些大夫看病，哪个不是开一大包药？他用这几样做菜的调料就能治病，那他就真是神仙了。管他真的假的，现在村子里的人都晓得水丫头在给你娘治病了。这病要是治不好，那他就没资格自称会医术；要是治好了，我就当众揭穿他弄虚作假，让他在村子里名声扫地。还是爹有法子，对付这种花花肠子多的丫头，就该这样。水丫头，你给我出来！大哥大嫂，你们这是要干啥？干啥？你闺女今早给咱娘治病，结果禁用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害得咱娘到现在都还觉得头晕脑胀，恶心想吐。水儿，你又给你奶奶瞧病了？奶奶今早觉得有些不爽快，大伯就请我去瞧了瞧。不过你们来的正好，奶奶年纪大了，我回来之后始终有些不放心。走吧，我再去给她瞧瞧。奶奶，你现在感觉咋样？咋样？喝了你开的药，人都不好了，你还好意思问？娘，您别着急，我给你倒口水吧。看看，还是老二媳妇懂事。娘，都是媳妇不孝。不，你和老二能养出这么有本事的闺女，也是咱老苏家的福气。水儿，再给你奶奶诊诊脉。不用了，今晚我特意带了药材来，保证药到病除。娘，你在这陪奶奶说说话，大伯娘来帮我熬药。为啥让我去？你没听奶奶夸我娘很懂事吗？大伯娘还不勤快些，当心被比下去。大伯娘加柴啊！苏思水，你耍我呢是吧？这么热的天，你就让我一直在这守着，老娘不干了。大伯娘这是咋了？是不是嫌累？给奶奶熬药都这么不耐烦，难怪被嫌弃不懂事。你个臭丫头！再说一句，大晚上的吵吵啥呢？爹，您看水丫头太放肆了。你给我闭嘴！药熬好了没有？熬好了，赶紧给你娘端过去。好的。啊，好烫！大伯娘端好了，这药可贵着呢，洒了可是要赔钱的。你说啥？这样要收钱？之前你明明说过你奶奶的病由你负责的。我的确是说过，但这药草却是我辛辛苦苦挖来的，必须要收钱的，所以大伯娘可端好了，撒一滴都是银子呀。愣着干啥？傻不拉几的，赶紧把药给你娘端过去。我先放着吧，我待会儿再喝。奶奶，这药得趁热喝才有效果，这里面可用了顶好的药草，可贵着呢。
这是啥鬼东西？也太苦了。能不苦吗？我特意给你加了能苦死牛的龙胆草。良药苦口嘛，奶奶的病得慢慢调理。您放心，这后续的治疗我也会跟上，每天3顿汤药，保证1顿不落。啥？1天3顿？是啊，慢性病嘛，就得好好调理。1天3顿，先喝1个月试试。1个月？娘，我爹腿脚不方便，以后你跟着我来给奶奶送药，就算是替她尽孝了。好，是该这样的。奶奶快把药喝了，然后就好好休息吧。明天一早我们再过来给您熬药。不用了，你们把药留下就行。那不成，这药得现熬效果才好。奶奶，您早点休息，我们先回去了，明天见。水儿，你笑啥？娘，奶奶她根本没病。啥？没病？那她干啥要装病？是啊，干啥要装病呢？苏老太婆装最蠢的病，喝最苦的药。下一集，她终于忍不了这苦药了。奶奶，喝药了。水丫头，这药是非喝不可吗？就没有别的法子了。这药闻着咋比昨天的还苦？哪能呢？都是用的同一个方子。你先把药拿出去。奶奶，您忘了，这要趁热喝才有效果，赶紧喝了吧。奶奶，您去哪呀？娘，你咋出来了？水丫头给您的药喝了没？喝个屁！你个没脑子的，给我滚回屋去！娘，你心里不痛快，只管去找惹你生气的人，干啥都冲我发火，我这一天天的伺候你们容易吗？你个蠢婆，都敢跟长辈顶嘴了是吧？我看你就是一天不打上房机吧。奶奶，您身子不好，不能生气的，还是先把药喝了吧。你个臭丫头，是不是故意的？奶奶说的啥意思？我听不懂。真的听不懂吗？我看你明白的很了，不然咋会给我熬这些能苦死人的药？哦，那是因为您身体不好呀。你敢跟我耍心眼儿，就不怕我告诉村子里的人，说你医术造假，根本治不好我的病？好啊，你要是觉得用这种下三滥的法子就能毁我名声，大可以出去宣扬。你的身子到底好还是坏？去县城请个大夫来一查就能搞清楚。大不了这银子我出了，只是一旦查出来你装病，老苏家在村子里就再也没有信誉可言了。你这够了。爷爷，有句话叫久走夜路必闯鬼。既然奶奶病好了，记得让大伯把药钱送去我家，常汇，一共200文。娘，回家了。苏家老宅那边这么一闹，连续折腾了好几天，转眼就到了送肉干的时间。第二日一早，苏思水找郭烈拿上肉干就往镇子上赶。等他到了朱氏面馆，却发现朱桃正在门口哭鼻子。朱桃姐，你这是咋了？思水妹子，我今天刚过来，就发现店里的锅碗瓢盆都不见了。啥？还有人偷这些东西？那你报关了没？那些东西都是半新不旧的，值不了几个钱，报关也没用啊。咋没用？再不值钱也是你的家当。走，去报关。愚蠢！真当官府闲得慌，会管你们这种破事。张一丁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，看到我家面馆被偷，你很得意是吧？小桃子咋说话呢？我这是在开导你呢。你说你一个女娃，老大不小的，不老老实实嫁人，干啥非要开面馆？要不这样吧，你要真想继承家业，不如直接嫁给我好了。反正我的手艺都是你爹教的，咱俩把它传承下去，也算是对师傅有个交代。你这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臭狗！你骂什么？呀，搞什么？你这女人疯了不成？这个样子成何体统？碗那是我们的碗，他偷了我的碗。可别瞎说啊！这碗上面又没写你的名字，咋就说是你的呢？哼，都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今日我算是见识到了，你没有证据指证店老板偷窃，还敢口出恶言，简直就是泼妇。百无一用是书生，我也总算晓得是啥意思了。你说啥？你聋了吗？我说啥你听不清？你从一开始就坐在店里，我不信你没听到事情的起因。哼，你这个女人真是不可理喻。哟，真热闹，老张办喜呢。赵爷，什么风把你们给吹来了？来，快里面坐。坐就不坐了，快把摊位费交了，我还赶着去下一家呢。赵爷，这个月的不是已经交过了吗？能不能等到下个月再交？
没啥话，让你教就教。是，真是晦气，他们咋来了？桃子姐，那两个是啥人？还能是谁？镇子上的霸王，那个姓赵的仗着与蔡家的公子哥有点关系，就横行霸道，没少做坏事。蔡家。哟，这不是前村苏家的小娘子吗？确实长得挺清秀的，就是年纪小了点。赵爷，别来无恙啊！滋水，你们认识啊？何止认识，我们熟着呢。赵爷，你们蔡公子最近可还好？你咋在这？这不跟我朋友开门做生意，还没上课呢，就先碰到赵爷您了。咋了？赵爷是来收保护费的呀？那啥，我突然想起还有别的事情，今天算你们走运。等等，来者是客，吃碗面吧。不用了吧？自己找地儿坐。你咋把那几个瘟神留下来了？他们都是镇上的混子，大家躲都来不及呢。出的不好是瘟神，出的好了说不定是财神。桃子姐，帮我把炉子搬出来。哎，好嘞。好香，这是烤的啥？咋这么香？这是我秘制的烤肉干，待会儿做面条用的码子。滋水妹子，咱没锅，咋煮面啊？这有啥？借用一下他们的不就好了？凭啥你们自己没锅碗瓢盆，就想来占我的便宜？没门！我借锅是给赵爷做面尝鲜的，你这么斤斤计较，是想给我难看，还是不给赵爷面子？张一丁，你活腻歪了是吧？赵爷您误会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您稍等，我这就去准备。不劳您费心，我们自己来。桃子姐，你去多拿几个碗过来。好嘞。你们还有没有王法？大白天的就抢东西。下一集，苏思水的前未婚夫。狗玩意儿还敢说没偷？这是啥？说我家其他的东西在哪儿？桃子姐别生气，张老板也是好心，他是看我们之前那套餐具太旧了，想用自家新的来换。你也别推辞了，就当是张老板还了当初拜师学艺的恩情。赵爷，您说呢？赵爷。啊对，苏姑娘说的对，还愣着干啥？去把他家新的桌椅板凳和餐具都搬过来。等等，我啥时候说过要换桌椅和餐具了？赵爷，您高抬贵手啊！你们还有没有王法？大白天的就抢东西。王法？老子在这就是王法。你咋还打人啊？打的就是你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白脸。好了，张老板，我给你3个数的时间考虑清楚，要么把偷走的东西还回来，要么就用你店里的这些来交换。3、2，我还还不行吗？东西就放在后院。臭小子，看清楚了吗？这就是你维护的人，赶紧滚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这是啥面啊？闻着都这么香，我都不敢想吃起来是啥味。赵爷尝尝吧，看合不合你的口味。还有不？当然。好吃，真是太好吃了！思水姑娘，你这手艺真是绝了。赵爷满意就好，以后啥时候馋了就过来坐坐，就当是自己家。思水姑娘大气，你这朋友我交定了，你放心，以后有我在，没人敢欺负你们。给我记住了，谁敢找朱氏面馆的麻烦，就是不给我赵翔面子。是赵爷。赵爷真是爽快，那有空常来玩啊。好。好妹子，你可真是太厉害了，我还以为今天肯定要被刁难，没想到你几碗面就把人给打发了，他们还替咱们把丢失的东西都要了回来，我都不晓得该咋谢你了。想谢我还不简单，你多卖几碗面，让我赚得盆满钵满就行了。好好好。你来干啥？这次算你运气好，以后你再敢打桃子姐的歪主意，我就放火烧了你的店。临近午时，街上的食客越来越多。苏思水复制上次的营销策略，故意当街烤制肉干，用烧烤的香气吸引顾客。很快店里就挤满了人。就这样，一直忙到下午未时才把面条全部卖完。两人还是按照老规矩，4、6分账，剩下的肉干单独算银子。桃子姐，那我10天后再来送货。好好好，思水妹子，那你回家路上小心些，放心吧。回家前，苏思水又买了2匹布，想着给家人和郭烈都做一身新衣穿。完事儿后，眼瞧着天色已经开始转暗了，他赶紧取上牛车，准备往家赶。谁知刚出城没多久，却见到有人堵在了路中间。苏思水，你给我站住！干啥？你这么跟我说话，是想装不认识我吗？难道不是因为你是高贵的读书人，生怕被别人晓得跟我这个村姑是同村的，才故意装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吗？张成龙，
那是因为我们已经退亲了，我只是不想让人误会。既然都退亲了，那你还干啥来堵我的路？总不会是后悔吧？呵呵，后悔？我咋可能后悔？也不瞧瞧你现在变成了啥样，跟镇上的混子称兄道弟的，仗势欺人。你还有没有点女人该有的样子？苏思水，你该不会是因为跟我退了亲，所以才心怀怨恨吧？啊！我晓得退亲这件事对你的打击很大，但我们确实不合适。你一个乡下女娃，大字不识一个，平时咱俩也聊不到一块儿去。再加上你家现在的情况，停！你别太自信了，就你家那情况，还敢嫌弃别人？切！要不是我爹娘心善，这些年来供你读书，你现在指不定在哪块地里挑粪呢。你咋能这么说话？我读书都是我能省吃俭用存下来的银子，跟你家有啥关系？哼哼，没关系。你不在家里住，就凭你娘那个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样子，能干多少活？你家的地是谁种的？家具坏了是谁修的？你娘生病的时候是谁照顾的？不是我家帮忙，难道是村子里的大伯大叔们？苏思水，你敢侮辱我呢？咋了？嫌我说话不好听啊？那就别做出来让人抓住把柄啊！你再堵着我，我还有更难听的。你咋还不走？别躲了，出来吧！你咋来了？不是说我今天坐牛车吗？我不放心，刚才那小子是谁？他呀，是我以前的未婚夫。未婚夫？不是未婚夫，是前未婚夫。前不久已经退亲了，现在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哦，那天色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下一集，苏思水换新衣。